梁山伯祝英台这个美丽的传说，家喻户晓，流传千古。记得我小时候，我们郑州市在田板上舞背啊，在劳动之余，谁会唱前面走的梁山伯，后面跟着祝英台。啊个铃哦铃铃哦，哦咿呀啷哎。前面走的梁山伯，后边跟着祝英台，多么熟悉的旋律！旋律响起，人们的脑海中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个美丽的身影，那是娇俏可爱的小九妹祝英台，那也是永远优雅美丽的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然而就在这个秋天，人们心中永远的小九妹驾鹤西游。有人这样形容一代宗师的离去：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或许是对于艺术家一生最好的概括。今天让我们随着镜头，随着亲友们的讲述，去追寻绚烂静美的身影。聪明伶俐三金杯，妙龙须凤参南飞，金剑锁啊尖尖尾。哎，小妹妹，哎，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姓孙，叫孙最霞，厂里的人都叫我香了。这不是我原来的名字吗？哎，你也喜欢梁山伯祝英台？喜欢，村长的人都喜欢。有张村，这不是我的出生之地吗？铃啊铃铃哦，前面走着祝英台，后面跟着个梁山伯。啊个铃哦铃铃哦，一郎哎呀！爸爸，爸爸，爸爸！唉，光阴真将我家乡的顺起岁啊！一转眼，80多年的人生。70年舞台生涯，70年啊！我还看不够舞台大幕开开哈哈，听不够委婉优美的乐曲声。70年，70年啊！我扮演过许多的古典女性，这小九妹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呀。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西厢记、祥林嫂被并称为越剧的4大经典，而位居经典之首的梁祝，它的发展史也贯穿了整个越剧发展的始终。在落地唱书的时代，唱书艺人就开始沿门传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越剧南班时期最常演的剧目之一。对于傅群香来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伴随着他成长最重要的角色。梁山伯祝英台这个传说可以说是在中国广泛流传、家喻户晓的这么一个民间故事。应该讲这个故事对于越剧这个剧种的意义也是非凡的。它从这个越剧的故乡，现在叫这个嵊州市，过去叫嵊县，它在嵊县的民间，就曾经是广泛流传的民间山歌。可以说，人们在这个生活中，在田头山间，工作之余、劳动之余，他们都会广泛的传唱，可以说是深入在浙东这一带山区的民间的这个群众的血液当中的这么一首歌曲。所以它
成为越剧表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题材，也是他有他的一个民间的依据的。对于这个傅全香先生也是这样，他从他的幼年间，他在他父亲的身边，和他父一辈的这样的一些长者在一起，听他们吟唱的这样的山歌，可以说《梁祝》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个旋律，就已经深入了这个幼年的这个傅全香的他的心灵。而这样的一种歌声，这样的一种歌谣，也伴随了这个傅全香先生的一生。所以说，这个梁山伯祝英台这样一个题材，在傅老师表现起来，是那么的生动，那么的深入人心。因此我在这个一代风华的这样的一个复派专场的这个开头，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时空的对话，有这个今天的这个傅全香先生，也有傅全香先生心中他童年那个还叫孙全香的那一个小女孩的这样的一个影像，而那个小女孩吟唱的就是他童年所熟悉的这个在他的家乡在嵊县，在陕西的两岸流传着的这样的这个关于梁祝的山歌。梁祝，小妹自动比你为人啊啊啊！弟弟做事啊！向小妹重罪许配马下了。啥叫马踏这个是马问的，对的，你好，也无心不应的，百不无当不应的，当地路上的是姑妹，九妹不生是大妹，一对九妹就是你不见回家问的推不回，我问你，凡是女家两三岁。
那是你母子呀配，再问你儿上房子要高兴，儿大房子比大人，有高先生马文人，文人与你无缘人，马文人忘了什么的，他的家小的也不给，非得为去心留人。就算问在夜晚人，问你山上要跑哪一位？那为我在第三道，有高地无地无地走云的，原来要和我家妹，我所应该忘了什么的？你的两人99配，回家不给许为人，山上同志去呀你。常到为贵族去飞，死到龙不对飞，你到外人不爱人，自己不来的知名的。娘兄弟他是嘞，子孙孙不必两家同安慰。家子无在无子与无美，长大一大心呀嘞，两兄啊，一空那日月的心悲，表妹匆匆开马。年名已经难改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傅老师之前的前辈的越剧艺术家，他们也在舞台上塑造类似于像花木兰这样的一些剧目。那么在这样的剧目的表演过程中，他们也会做或多或少的突破本人行当的这样的一种努力。但是我觉得这个越剧整个这个花山行当的建立的集大成应该是傅全阳先生，没有这个傅全阳先生的一系列人物的塑造，应该讲越剧的花山行当是不健全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傅老师的很多的人物塑造，比如说这个所谓他的这个风尘三绝，这个风尘三绝，他的这一系列这个女性形象的这个塑造，特别是以这个小九妹以祝英台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应该讲傅老师他最终突破了粤剧的花旦啊、闺门旦啊这些具体行当的局限，是用一个粤剧这个剧种独有的花山行当的表演规范，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生动的这个舞台形象，才使得傅老师他所塑造的那些艺术形象那么深入人心。同样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才使得傅老师的这个祝英台，傅老师的这个小九妹是永远的活在观众心中的小九妹。两兄，你我红颜两分开，我夜里你话有夜来交杯，我临别想问你一句话，问两兄你家中可有几房配？你嫂子与兄弟婚配，就在要为我来。要是你两兄听必听，小弟替你来做大媒，夜里替我来做媒，在位子千金哪一位？这是我家小姐妹，不知你两兄可惜哎？姐妹今年有几岁？她是与我同年，乃是双胞胎。姐妹与你可相像，她平貌就像吴英台，她的子谁在口不开，家务照我见英台，自此多谢夜里来我呀你
1950年，一趟北上的列车载着范瑞娟、傅全香等东山乐艺社成员来到首都北京。这一次他们带去的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诞生于江南的粤剧第一次跨过长江。北京的演出得到了包括毛主席在内的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此后不久，傅全香更是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带到了海外。传神的演出突破了语言的隔阂，令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不禁为祝英台这个美丽、善良、勇敢的东方女性鼓掌叫好。5年，我们第一次粤剧走出国门，当时就是到东德，前苏联也带出去的几个戏，一个就是《谁想记》，一个就是《梁山伯祝英台》了。那我们粤剧啊，就是走出国门了。当时我跟范瑞娟老师、张桂文老师演出了《梁山伯祝英台》，谢幕28次。哎呀，我跟范老师2个人啊，谢幕写的也混头混脑了。1985年，傅全香与范瑞娟合作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搬上了电视荧幕，完成了傅全香多年来的心愿。电视剧拍摄这年，傅全香已经63岁了，但演起28少女依旧是那么的俏丽可爱，仿佛岁月不曾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而此时的她关注的已不仅仅是自身的表演，而是对电视剧拍摄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精益求精。我也是95年到上海，在范老师身边学戏，所以和范傅2位老师相处的时间，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机会很多。那么我记得我刚到上海这2年，很有幸的参加了范傅2个剧目的拍摄，一个是《梁祝》，一个是《李娃传》，老小2套在同一个场景拍摄。小的是我和陈颖啊，但是对于我这2个戏当年来说是在舞台上没有演过，所以呢是一个全新的。我记得在拍摄现场，傅老师发现了我的一些问题，他总是会提醒我。他说，因为他会叫我小饶星啊，因为傅老师他是有时候是一个很风趣的啊，他说，小饶星啊，有时候呢会叫我瑞红啊。他说你学老师的动作学得很快，但是呢你更多的要关注你老师的眼神啊。你看我跟你老师虽然没有动作是眼神是有交流的啊，所以这方面呢你要多关注你老师的眼神啊。当时我觉得他一提醒我，我说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啊。但是呢有时候因为毕竟在舞台上没有演过全剧，所以在拍摄的当中呢他心里是空的，所以呢有时候也会着急。所以呢傅老师呢，但是这个时候碰到问题是他会提醒你，但你着急的时候呢他又会来宽慰你，叫你不要着急。记得我们在85年拍的那个《梁祝》电视连续剧，我们拍了2个那个电视剧，一个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个是《李娃传》。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当时就是老师想培养我们，让我们迅速的成长，就拍了2套。然后老师们就是说，一个景拍好，然后就是我们接着看着老师怎么做，那我们也跟着老师怎么做，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教学的方式，就是手把手。如果我当初有什么就是在现场有什么不对，老师就会叫导演停，然后叫我重新来一遍，他跟我解释这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做。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梁祝草桥接拜嘛，老师看到梁兄，他是马上站起来，好像表示自己是要回避一下。但是我在拍的时候我也不知怎么的，
我就是坐着，好像那个若无其事的样子。后来拍完以后，导演问老师，因为我跟老师不一样了嘛，那么老师说，现在他们年轻人有他们年轻人的对角色的理解，这样做也可以。然后其实我觉得老师对学生的就是宽泛度啊，对角色的宽泛度是很大的。他希望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学到他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就是丰富角色的内涵。从农村的草台班到欧洲的大舞台，傅全香曾经无数次饰演祝英台。接着，就让我们通过拍摄于1985年的粤剧电视连续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片段，再去一睹他当年的风采。两兄亲，两兄亲属，爷妹亲属。结果费用大。两兄亲，两兄此来还是路过，还是在打？与兄来代替道士。一来与神父大人请安，二来向华王的家九妹。九妹，是啊。你在天堂道上送礼归，你在家有小九妹，常听他面说的美，与兄子带的对美就亲来。英雄啊，你道九妹是哪一个？都是小妹做应的。与兄知道，就是爷妹梁山伯与祝英台，结识姻缘配龙来。见他欢笑无心酸，他甚至弟弟将我终身陪。久别重逢有欢喜，你因我脸上最伤眉。两兄啊，我有一件伤心事，要想明白，看难看。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今世无妨。两兄，何事？自从小妹比你归来，弟弟做主，已将小妹的
婿的儿子马文才。梁兄，梁兄，因为你好，你在堂弟是祖辈，知道家有小九妹，记在九妹就是你的，为何有许马文才？梁兄啊，难道你小妹心意藏过？驾驭马文才啊！爷妹啊，我与你三门孩子情谊在，我心中只有你不应对。你母亲说是许马家就给爸妈敬佩。前方大旗发金推，我也曾举荐马家平安真乃是弟弟结了母女情，不肯把马家请来推。不可以把金台，我两下花轿醒来的，旁人请来老师傅，这家庭上走起来，品味就是越酸菜，我轻轻常在就过来，越无理越酸菜，难道不能无金台？越无理越酸菜，无理反应很酸菜，气死你！自作无人当他自拼了，总算是无人当他自拼了，我与你生死两家。我要先在队上当，就地堂子接衙门，就告你我这认为他不该欺负杜老会万大人，再到那长死欺人马文才，为了我爱妻该有人，我一张堂子接衙门，堂上为官是精神。只待龙来过对开，梁兄，你句句是定话，小妹诚心本色，你故事堂堂衙门把字开，官官相公总明白，那马将他有在有事，你两家无事与无话财，万一你告到衙门来，两兄弟于是不要嫌弃配，我要告，我要离呀，不能告，我两兄。
门里与你三金子，大把老母指望啊在，我应该此生一母望，两兄弟领起少女，我哪怕9天仙女渡过哎。两兄弟在地当山，表妹无言不安慰，两陪三手敬两兄。想不到我的嘞，他杀生就一杯。记得曹家两几杯，红糖红豆与三张在。心头也想进来，我自己保许你两三杯。不记得啊，你看在沐浴二关，四英台脸红儿才看难看。不记得啊，在巴黎相送长汀路，我是一片真心吐彩来。不记得比作鸳鸯成双对，不记得女郎织女把枪交为，不记得啊，心中伤伤来照应。
临别轻看须绝美。我指望有情人早能成眷属，想不到妹妹姻缘两兄啊，我与你两兄难认得，弟弟是云了马家门，我与你两兄难认婚，弟弟收了马家聘，我与你两兄难认女啊，弟弟因过马家对，两兄啊，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四大亲难配。
国远离，你可知我为你一路上跪在怀里，死于
兄，你这个样子，我死在你家中国城啊！两兄啊，你须得伤心啊！我常有对心有在。要把从今日别，你何时来啊？为家庭好来看你，只怕我对你要找过内来，堂上无有好多就在那吴家身上里为恩归，李文碑啊，李文碑，两兄弟红黑儿子开两块，那红的开上做银台，那黑的开上你两三杯。我与你生前夫妻不难配，两兄啊，我就是
分离，生死分离，心不离。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一样，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也是富泉乡的舞台经典形象之一。和敢做敢当的小九妹一样，刘兰芝同样是个感情浓烈的女性。昆曲泰斗于振飞大师就特别喜欢看富泉乡的孔雀东南飞。1980年，上海越剧院赴香港演出，带去了孔雀东南飞、西园记、盘夫索夫等剧目。这一年11月29日，香港文汇报刊登了于老的文章《送孔雀南飞，祝载誉归来》。在这篇文章中，于老盛赞富泉乡和范瑞娟的表演是脸上有戏，身上有戏，脚下有戏，眼睛有戏，眉毛有戏，真是浑身是戏。于振飞老先生还风趣地回忆自己在剧场里看戏的心态。他说：“我一边看一边关照自己，当心不要哭，不要哭。哪里知道，当焦仲卿因刘兰芝不肯停车而情急昏倒，刘兰芝一声惊呼，扑出车外。这一声仲卿既喊得动人心魄，这一扑的身段又做得柔人肝肠。看到这里，使人的眼泪情不自禁地留不住了。”最后老先生还谦虚地说：“我深切地感到他们的这种表演就比我当年的演出更为细腻动人。”好了，说了这么多，接着我们就让大家一起来欣赏一段富泉乡和范瑞娟合作的《孔雀东南飞·雀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艺术的永恒魅力。
话要说，都许了我了，还说什么？你我夫妻男子有的小家之心，不是你的气了啊！言气，你的言气不在这里，你是往河东取经，于是与我太错关路。来自买子，于是请两灯撇开我忠心关系。来自，好来自。无论你冤种去也好，妄强种去也好，这3年来令我苦乐相共，生死相从，今日兄弟缘非得已，自己分别掐在我亲，你就不念我母亲，你就不念我妹妹，你就不念我种亲，也罢了，也罢了，你前不念白不念，只念我。念我在这4天大雾，长东发生，背着母亲偷偷送你，来子，好来子，你就让我送你一人，你就听我说几句话，在哪里边耽误了你，在哪里边什么了你啊？好来子，你倒是哦送去你胡须是此，不是兰子不要你送，也比兰子不让你送。兰子既下当，你送也无益，食也无苦，咋为你母亲之心，反而不美？母亲知我在府里公干，她甄别知晓。在这4天大雾，此不宜觉得，你说说理是为是？我还有话要与你细说。是兰子不能共命，于是与我退错关路。来子，于是你听见没有？你是关退错关路。于是来子，你是关退错关路。于是请再等片刻。哎呀，相公你算开了。
男子啊，我终有言语千百句，在家中要下屠戮难开开。男子啊，我带你归来送别你，你且是这一要赢不开。你名字男子无辜嘛？为什么你惧怕母亲不开？不惜爱你一段情，夫妻情万年无缘。你有我今宵离别啊，我你此生永不再聚散。大姑要你来送礼，别人要你来度远缘。你是巧灵坛上门做女婿，木兰子怎么不与你起来？陈家园恰巧且用来摆酒，我与你结发同真人，往前共为业。从前真人家里的男子啊，你在外家没大业，无论是我呀里回家中，就娘亲家里生男子啊，堂上此事不认人，我重情贫家一世来相随。从前啊，你无需为我做马女，不再从事不难走。来自啊，万事皆因我成就，娘亲与你无大仇，你娘亲的心脏我看透，此番谁了他姐妹，如今莫以成了罪啊，你何苦万把落忙的？我莫只害你蒙了血，你不少情为万一酒，来自你不念某些年当初的大年，父母年老没年幼，来自你一种生，一种为家家我我与你是前世的水共把手，共在婚配不长久，今日男子将你的重情啊，只愿人来梦记得。我男子从前前途珍重，是男子
是不能救的，乃是事业你真是这样的铁上心肠，是乃是这样的铁上心肠，你就这样的去了，是乃是这样的去了，再无相见之了。师父，既然是此，从今也别无他救，你慢走一步，从亲送别了。从亲我与你生同真心，是多远这一夜之间，我无从去问。大酒斟杯，也死你不烦我。
从中下。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拍摄于1993年的越剧电视片《他在丛中笑》的片头曲。这部上下两集共100分钟的电视片，导演赵焕章通过傅全香向他的学生无私的传教，让学生在唱腔、武功上超越自己的一个个镜头，将台上台下结合起来，表现出了傅全香的人品、艺品，也让我们透过镜头走进了傅全香舞台下的生活，了解了一个更加全面而真实的他。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傅全香一生爱美，而凌霜傲雪的寒梅，或许也正是傅全香为越剧艺术无私奉献最好的写照。我觉着傅老师是非常对艺术上老认真的。那伊拉尤其是我去看伊拉去拍阿拉老师跟范老师范夫拍一个两组电视连续剧的辰光，我傅老师对艺术搿种个老叫哪能讲法子呢？一丝不苟的搿种追求啊！你讲能看有画个梅花辣辣画，一笔一画了。然后化妆，在阿拉范老师两个人一道辣化妆间，连一根头发丝啊都老认真的，所以看了搿种老感动的。就是还有搿种因为排练的过程当中，但是我是看伊个细节哦，所以我是觉着搿种老前辈真的是阿拉小一辈哦好几个榜样。就杜十娘，入城百宝箱嘛，他有个镜头从一开始就是水里边浮起来，拖了个百宝箱。这个镜头拍由于难度比较大，导演要求严格，拍了从下午拍到晚上2、3点钟。我们大家精疲力尽啊，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呢，已经40消了，但是傅老师还是精神那么饱满，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拍好每一个镜头。
朝走老话说，人生有涯而艺无涯。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在舞台上坎坎坷坷奋斗了60年，不仅创造了自己的艺术流派，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弟子。这样的人生也可算的是灿烂人生了吧。老傅，恭喜恭喜！我也高兴啊！你也来参加我们研讨会，请多多指教。好，要，傅老师，请你把高祖介绍一下吧。好，这是宁波越剧团洪本飞，上海越剧院陈英，正源越剧团陈兰，西苑越剧团吴百迪，浙江小百花何英，绍兴小百花陈飞。老夫，你这是桃李满天下。傅老师，听说你的学生获奖的很多，是吗？对，他们都得过表演奖。老夫啊，你这是名师出高徒啊！你教学生有什么诀窍吗？这要问他们吧。老师呢，在我们学生身上呢花了不少的心血。老师教我们学戏呢，首先呢，要我们学会怎样对待艺术。那老师是自己呢，对艺术、对事业的那个献身的精神呢，尤其使我感动。记得在1983年的时候，老师不幸得了癌症，要开刀。提起这次手术，还真有点戏剧性啊！当时我赶到医院，手术已经开始了。蛋蛋，你妈妈的情况怎么样？医生在和袁阿姨谈呢。报告出来了，是癌呀，乳房要拿掉。夏医生，就算是癌症，希望随时彻底。但是他又是个演员，希望夏医生能够考虑他的艺术生命。你们这个要求，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我们决定保留他2根神经。拜托拜托，保证他今后能演戏。哦，好，谢谢。谢医生。手术很顺利，2个神经也保留了。哦，演戏嘛，今后不成问题。妈妈，老夫，老夫，老夫，院长，我精神蛮好，我想讲能去演出的。你好好休息，休息好再说。要听医生的话。哎，我这是大道中的小道，小道中的大道，你知道吗？我只有在50岁戏学，我是可以去演出的。你想的太多了。我精神蛮好，好好的不要紧啊，不要紧啊。你好好答应我去演出，我可以去的。这次夏医生生意上开刀很成功，癌症是不可怕的。你答应我去，我要去演出的。我晓得了，好好的休息。昨天晚上休息的好吗？谢谢你，左医生。这里还疼不疼？
沈医生，傅老师，观众听说你手术很成功，都在下面祝贺你呢。真的？哎。你们好，谢谢你，谢谢你，我的手术很成功，你们放心吧。能动，你们看，你们亲我吧，再见，观众真太好了。郑医生，谢医生，你们答应我2个星期出院，让我到香港去演出。现在啊，还是先不谈这个问题吧。像你这样的手术啊，起码要休息1年。1年啊，至少也得半年吗？哎呦不，我不能失信于观众啊！观众是希望你早日把病养好。哎呀，票子已经卖出去了呀。那你去听吧。好，休息吧，休息吧，休息吧，啊。好水，我怎么能演出来？你看，老夫啊，要注意休息，锻炼是好的，但不能蛮干，要一步步来啊。我想早点锻炼，早点好出院。妈妈，你要听医生的。哎，郑医生，多亏你给我留了个神经，你看我的手能举起来。放下，快躺下，我给你检查检查。躺下，快来。老师，郑医生，我们一起来创造奇迹吧。好，你在医学上创造奇迹，我在艺术上创造奇迹，啊？好吧，你的心情我们充分理解，不过我们还要征求袁雪芬院长的意见才能决定。哎呀，我太感谢你了，谢谢你。好，不用谢，我们应该做的啊。好好休息吧。谢谢，再见。谢谢啊。老夫啊，你这次出去千万大意不得，除了演出要绝对休息啊！要先进一起应酬啊！老夫啊，要按时吃药，按时换药啊！老夫，快点准备车子来了，我去上车。菊香，这次老夫你要好好照顾啊！那放心好了，袁院长早有安排。有我就想，就有钱想。银燕载着傅全香潇洒地飞上蓝天。然而，傅全香的香港之行却并不潇洒。他要用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回报热爱他、关怀他的港澳观众。纱布都湿透了，不知流了多少汗。傅老师，你怎么吃得消啊？6时花甲一轮回。傅全香这一年正好是60岁，他战胜了死神，升华了艺术，像火中凤凰，
焕发了新的生命。他从香港回到上海，又投入到辅导学生陈颖的紧张排练中去了。老师，院里要我参加青年粤剧演员电视大奖赛，参赛剧目是老师的代表作《秦探行录》一则，我想请老师给我辅导。不过老师刚从香港带病演出回来，我又很不忍心。不要紧，抓紧时间练吧。老师，我自己来。从黄大路3这一集开始，先把我演上。好。来吧。望北方雨自见，光涛路水。原来是王夫。原来是王府东去报小子了。怎么嘴里短了？老师，这水袖太长了，舞起来不方便，所以我就把它给剪短了。这怎么可以呢？你现在练的虽然只不过4尺长，练好了，将来还要加到5、6尺长呢。啊！我的天哪！5尺6尺那么长，怎么用啊？老师过去用的虽然4尺长，现在看来是不够美，我想把它加长。老师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多么希望你们来弥补我的不足，体现我今天的思想。来吧。不要文字，气息吓人。老师，该吃药了。不对，老师做给你看。老师，你伤还没养好，不用示范，让我再看一遍录像吧。也好，百弟，把今天的录像再放一遍。好。这个戏呀，唱作并重，是表现交关人这个善良的傻女子，她死而归文，在复仇路上的复杂心情。一日哟。
朝走夜深了，傅全香难以入睡。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病后能否康复，而是忧虑学生能否把戏学好，能否在大赛中取得好成绩。老师，哟，把你吵醒了，你不舒服？哦，我倒没有什么，我在想，用什么好办法，在短时间内帮助陈英把引路这则戏学好。这则戏又唱又做，舞蹈动作多，唱功又重，难度是很大的。老师，你不能太急。你的伤口还没长好，可不能大意呀。哎，是啊是啊。贝蒂，记得你学军团的时候，练舞比较快，并且把常小勇老师的水准融化在这股戏里，自己还有所发展。我想，请你带我示范好不好？好啊。我正想跟老师再学一遍呢。好了好了，老师你快睡吧，你要当心身体。你也去睡吧。哎，明天见。明天见。老师，你来啦？来，我请了刘老师帮你来练声。这是陈英，这是刘老师。你好。啊，你好，你好。你气息练够了没有？老师，这气息怎么练啊？来，我来帮你练。你要下决心练，不准乘电梯，经过保持人率，上来就练唱。老师，你看，
先来了，让他多睡一会。哦，贝蒂，哎，啊，老师，我再去爬楼梯。明天再爬吧。来，跟我们一起练散手。好。刚才我们研究过了，半小时来这记散手。你向贝蒂姐姐学吧。你们一起练。嗯。陈玉，不对，要把散手抛上去。哎呦，老师，老师，你不要紧吧？不要紧，你们练。考艺术嘛，总要有点拼搏精神。啊，老师，你不要再示范了，我们自己练吧。嗯。要演好焦桂英这个角色，金团作在田汉老承得我说过，要掌握好3个字，那就是美、情、韵。美，就是要突出人物心灵善良之美；情，就是要体现人物真挚高尚的情感；韵，就是要通过对王魁的缘分来控诉封建社会。演入这场戏，舞台形象一定要美。别剧啊，本来是江南一个年轻的剧种，可是呢，它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把传统的古典戏剧艺术和现代的戏剧艺术结合起来，把写意的艺术和现代的写实的戏剧艺术结合起来，终于变成一个诗情画意的优美的新的剧种，走向了全国，走向了海外。粤剧出现了很多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也出现了很多杰出的艺术流派。傅派就是粤剧艺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傅派艺术的创始人傅全香同志已经70高龄了，可是他为了粤剧艺术的改革革新，还在辛勤的劳动，为了培养粤剧的新的一代的接班人而呕心沥血，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刚才何曼同志讲得非常好，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今天这样的盛会，高朋满座，我即席想了几句诗来助兴。一曲琴音难忘怀，月坛一蕊傲霜开。黄花人寿为清照，荒冢蝶飞是英台。替木雅仙借称颂，投江师娘更可爱。先看后记多音节，破浪乘风向未来。谢谢各位专家对我们老师的盛情赞扬。傅老师呢，在50多年的表演艺术生涯中啊，塑造了许多的艺术形象。靠的就是呢，刻苦用功和严格要求8个字，对不对？那个傅老师呢，对我们呢，很严格，他对自己呢也非常严格，无论在生活上啊、艺术上啊，都严格要求自己啊。记得82年第一次老师到我们宁波辅导我蔡头凤的时候，
傅老师到了。啊，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华侨饭店，这次傅老师就住这儿，请吧。傅老师，这是房间的钥匙，您先休息，待会儿团领导会来看您的。哦，对不起，同志，把房间退了吧，我不住了。不住了？是不是嫌这儿条件不好啊？哦，不，我住在团里，工作起来方便一些。对不起。哎，傅老师。喂，总服务台吗？请问上海豫剧院傅全祥老师来了吗？没来。芬菲，哎，老师你怎么来了？怎么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里？我是来辅导的，就住在团里。哎呀，这怎么行呢？老师，我们剧团条件很差，没有老师能住的地方。你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屋里还在一个铺，早晚也可以研究剧本嘛。老师，不要多说了，就这么定了。走到你宿舍去。哎呀，真拿你没办法。老师，戏已经初排了一遍啊，可我觉得呢，唐婉呢跟丈夫分别，跟婆婆分别这两段戏很重，我缺少表演手段，请老师想想办法，帮我设计几个动作啊。身段动作是根据人物内心关进来的，我先看看剧本，然后一段一段加工，好吗？真像做梦一样，心里一向敬仰、崇拜的表演艺术家傅全祥老师，竟会跟我一个无名小辈睡在一个床上，多好的老师啊！我得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停！你要仔细想一想，此刻唐文是什么心情？不能简单的离开这个家。你再试试看。哎，从芭比婆婆开始。妈，唐文不爱这个家吗？爱的。哦，既然爱这个家，那你用什么手段来体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呢？再试试看。老师还是不行，能不能给我设计一下身段，加几个动作？老师是没有眼神动作给你，你不能指望我。我们有句老话，心动眼动才能浑身动，你内心不动，眼睛也没有神，身上也就动不起来了。我们再试试好吗？啊。不要摆架子嘛。唐文是一个有学问有教养的女子，她和她的丈夫乐于感情非常好，婆婆硬要逼她永远离开她丈夫，永远离开她这个家，这是什么样的心情？你试试看。哎，你试试看嘛。哎，就试错了也不要紧嘛。哎呀，你不是，我怎么知道你想的对不对呢？
老师，你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这样会急坏身体的。芬菲，你是唱过京戏的，京剧演员基本功是很好的呀。老师，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没练过多少基本功，只是在文革中学了几出样板戏。哎呀，这都怪我，怪老师估计不足，没有想到还要教你基本功。何况京剧与豫剧又是不同。请老师相信我，我一定会学好的。我相信你，走吧。来，我们抓紧时间把人吧。好的。傅全香对待学生，在艺术上像个严父，在生活上却是一位慈母。他经常亲切地关心着学生们的生活、婚姻、家庭。有一次他到宁波，发现洪芬菲心神不定。老师，芬菲，做菜啊！老师你来了。这几天看你有什么心事，能不能跟老师讲讲？老师，你知道我爱人小张是在杭州工作，结婚后夫妻一直分居两地，无法照顾家里。他昨天来了，要我调到杭州去。我又舍不得离开这个剧团，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这时刻要慎重，要多从事业考虑。我去找小张谈谈好吗？小张，你还在唱京剧大花脸吧？演出不多。听说你要把芬菲调到杭州去。是啊，我们想在杭州安个家，向傅老师帮帮忙，跟有关方面说一说。小张，你想过没有？芬菲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好演员，她是在宁波长大的，宁波有她的剧团，有她的观众啊。可我们不能老是分居两地呀。做演员的丈夫不容易，做名演员的丈夫更难啊。哎，傅老师，我听说刘伯伯在跟您结婚以前是我国驻波兰大使馆的外交官，后来他和您结婚以后，为了支持您的艺术事业，从波兰大使馆调回到国内来工作了。是啊。老刘是为了支持我的艺术，他主动打报告回国的。不容易，可惜我没见过刘伯伯。哎，傅老师，您身边有他的照片吗？哦，好英俊，好文雅。傅老师，您放心，刘伯伯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芬菲，哎，芬菲，什么事把你高兴的？好了好了，你不用担心了，听傅老师的，支持你的艺术事业，我转业，我牺牲，我调到宁波来。真的？当然，傅老师的爱人当年可以从国外调到国内，洪芬菲的丈夫为什么不能从省城调到宁波来陪伴我的娘子呢？哎呦哎呦！生活上爱字领先，艺术上颜字当头。傅全香对学生不论是谁都是这样。绍兴小百花的陈飞，为了《赖婚记》里的一个坐相，就练了大半天。不错，俺来素来听话，遇到是家不穷的人家嘛，总归是富的人家好。
我要拉掉各桩婚事嘛，阿侬也会不答应我，让我喊伊出来。郭妹呀，娘来啦，喊侬呀，是来了。看笑百花凝成涌，今宵还美报喜风。母亲在上，女儿反复。阿侬起来，我的心肝宝贝，等我坐动，请母亲告诉了。哎呀，起来啊！哎，你怎么真的走下去了？你演的是千金小姐，鬼门丹。鬼门丹有鬼门丹的属性，不能真如，要假如、虚如。只有假如，摇才能直，胸才能挺。要用这条腿靠着椅子，虚如，这样舞台形象就会好看了。哦，原来是假作。老师，我来试试。好，要底气领腰，摆下去吧。哎呀，阿囡，昨娘好几天不看见侬下楼来着，侬个面色为啥会得介难看？更令人有毛病懂在，快请郎中来看。母亲不用轻易，女儿无凭啊。阿只要是靠打太功，你请我每天早晨起来练，要练得坐在那里半个小时不动声色啊，要半个小时啊。写一位吧，来，大家来看录像。好，这是我最近我小朋友们老师新录制的来婚期。
穷的人家呢，总归是富的人家好。我要拉掉个桩亲事嘛，哎呀，一定会得答应，让我喊伊出来。哥妹啊，娘来啦喊侬呀，是来了。看笑八花宁春用，宁笑等我手动手动，谢母亲告诉了。哎呀，囡，做娘好几天不看见侬我里来着，侬个面色为啥会得介难看？这是一定有毛病动着。快点请医生来看。母亲不用请医，女儿无病。莫非侬遇上新时代，宝贝侬得意为娘亲啊！母亲深深为我
打顿夸顿唱唱，我们快静一下。有啥个关系呀？语不通，语不呀，老师这个酒。娘，年纪会到半百相近，我从来没听见过穷人会得翻身。穷人翻身古来云，再而三与老娘亲。想当年扬州有个李文静，我不未必要来婚，二小姐本是严少女，在那百花台上夫妻人，但有故人吕蒙正，他的妻是相国子女干涉病，到后来蒙正在中常元郎手上那当朝在下英雄人。哦哟，像直播到像八股一样啊，比李文静啊、李蒙正啊，侬当然娘不晓得，伊拉个是违反神呀，伊拉个心性的好呀，统统是姓李，李是弄到啥个李啦？李是大吉大利的李呀，所以嘛为得反神呀。侬个男人姓啥了？侬个男人姓吴呀，吴是弄到啥个吴啦？吴是马哈铁他的吴呀。吴玉玲，吴玉玲，乌云阿拉头边上，反身没名，没主官没分。那个男人啊，一生一世所谓翻身者，要翻身啊，做娘的可以一比。母亲，你将他比度来。阿囡啊，谁要你领准翻身，哗啦啦，爱在劈开比王金。谁要你领准翻身啊，铁日开过激动铃。谁要你领准翻身啊，毛着脑袋大生根。谁要你领准翻身，浪漫去我三成心。谁要你领准翻身，烧水瓶里出东啊身。谁要你领准翻身啊，阿呆铺路大南京。谁要你领准翻身啊，雷锋的背上大波金。谁要你领准翻身啊，龙宽好处路人人。谁要你领准翻身，王学出个冰淇淋。谁要你领准翻身啊，无忌腾个比我拉伸。谁要你领准翻身啊，把相夫给放了死里，女婿为外问。谁要你领准翻身啊，李啊嘟哒比哥哥在那里顶。谁要你领准翻身，东洋大海就不压人。谁要你领准翻身啊，路有在东人地。谁一会说你那个人有他身，他那一会说你要干什么就说就是来干呀。如今他话是刚正，自然世上哪有这种情啊？我们难如心头怒，为兵堂上老
娘亲，他要女儿到马家，是非是若望他的做指婚人。他要女儿到马家，要望母娘娘牵红绳。他要女儿到马家，要28来人品。他要女儿到马家，惊动鸟女来提红灯。他要女儿到马家，是他经常来做抬轿灯。他要女儿到马家，新娘邀请滚子云。他要女儿到马家，山里邀请吕洞宾。他要女儿到马家，要几天他生来做戏文。倘有一天看不得，今世谁相恨？艺术新苗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园丁们的辛勤培育。青年演员的舞台形象里，倾注着老师的心血。呈现越剧团的陈岚要主演大义夫人，傅老师为她设计了2大段主要唱腔，还辅导她大段说白，严格的一个字一个音也不放过，就是走在马路口等车子，也要口对口的传授。就在这里等车。越剧年班是一个博若观的青年演员，咬字正确，吐字清爽的不多。我说千金年把4两唱，年要比唱难得多。是，因为他没有音乐伴奏，不能取巧，不能作曲。讲大义夫人1大段的年班，你要重视语言的技巧，目的是把生活内心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譬如讲陈岳飞，不能说陈，这样分寸就不对了。当时傻夫人是很难过，也很悲愤。那么你应该陈岳飞无数学长，万岁明君，把明君扬上去。万岁明君，不要超车，不要超车！明君非身居河北，长于唐营，玉是公节斯文，玉是公节斯文，谢当年张恶军兵，郑泽军见当他阻止红旗，妇女健康上把年妇女健康上把王都之身。傅老师，你累了？傅老师，到上面来吧，岗亭里暖和暖和。谢谢警察同志。好，谢谢你。没什么。哎，你是豫剧团的陈岚吧？是。这么冷的天，你们师徒俩还在外面说戏呀？对，我跟老师在这里等车子呢，老师就给我弹戏了。哎呀，真谢谢你了。好，谢谢。好的。在大望龙，风湖山最少乾坤，这种人非无私血茶，告万岁明君，非身居河北，长于唐营，有人攻击斯文，当年张恶军兵，郑泽军见当他阻止红旗，妇女健康上把王都之人生，3000分内一旦遭殃，8把年子。在傅全香的辅导下，陈岚脱颖而出，荣获了白玉兰奖。紧接着，陈岚又排练了新戏《芳草魂》，她渴望得到老师的指点帮助。喂，陈岚啊，又来讨救兵，什么事啊？好，拜访草文。
好，不要紧，我马上来。哎，妈妈，你要走了？哎，上哪去啊？到城南来电话，这是要把新西方草文要参加省委员来发决定了。你每次出门啊，都精神抖擞，像个英雄，可是一回来就累得往椅子上一瘫，像个狗熊。蛋蛋，你要理解你妈妈这个人，没有艺术，我是1分钟也活不下去。过去啊，我的心寄托在舞台上，现在呢，我的心都寄托在学生身上，你懂吗？妈妈，这些我都理解，可是你身体有病，每次出门都是带着一大包药，可是回来还是一大包。你看，这是我刚从龙华医院邱医生那儿取来的。好了，你又不吃了。好好好，这一次啊，我一定听话，按时吃药，不吃光我就不回来。好。老师，有几段唱腔还没有搞好，我想请老师您帮我设计一下。这几段唱腔我叫他自己搞，他非要等傅老师来。郑姑娘团长说得很对，你现在得了白玉兰奖，对你要求更高了，不要指望别人，要自己设计唱腔，组织唱腔。老师，我觉得设计唱腔比演戏还难呢。正因为难，更应该学来管嘛。在他在从中校的拍摄过程中，傅全香的得意弟子胡佩蒂、洪芬菲、何英、陈隐、陈兰、陈飞和张辣椒、周敏敏等都倾心尽力，积极地为老师配戏。而提起艺术家对于后辈的提携，对于合作者的尊重，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是历历在目。像傅老师对创作人员的尊重啊，就是像一种古典的不可复制的一种美好的传统啊。然后具体作品怎么写，他从来不干预你，他只是讲他对人物的理解和体会。作品完成了以后，我听说在那个拍摄现场，他不仅自己不会轻易动你任何一个字，哪怕是他的口语他都不会，他会不断地提醒他的合作者，就是说，他说剧作家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剧本，每个字它都是几经斟酌的，所以我们不能在现场随便改的。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敬业精神和对合作者的尊重的态度，我说它就是一种古典了。他对我们后辈都是非常关心，对我对大家都如此，还有对男演员，对我们男女合演一直是支持的。他跟我们男女合演团来演出，特别演出江姐。傅老师来到我们团里来拍江姐，我当时的时候演一个特务头子沈阳斋，跟他两个人有一段对手戏。当时我的因为年纪还轻，再加上这个跟傅老师这样的大演员一起合作，第一次合作，所以呢有些紧张。那傅老师呢就是很耐心的帮我分析人物关系，一定要好好的把这场戏把它演好。在他的帮助下，我放松了。这场戏后来得到了观众的承认。有一个戏我印象很深，因为他给我的这个就是他这个支持男女合演啊，应该说是他是真是全心全意。80年代初呢，我给这个实验剧团男女合演呢写了一个戏啊，是根据龙江剧改编过来的。那么老夫知道了以后呢，
他跟我来说了，赵峰，他说我要支持男女合演，我要拖他们一把，我想在当中就是演一个配角。那么在这个戏当中呢，他是只有2场戏，有一场戏啊只有几句台词，但是他呢非常的认真，但是他戏很少，但是他对他们这些主要演员那是关心的不得了。他每天都是很早就来化妆，化好了以后就在这个上场门啊下场门啊看他们在台上演出。他们这些男演员主要演员下来以后，他给他们说戏。那么他自己那2场戏也是演得非常精彩的。我在单位排的第一出大戏就是《李娃传》，当时是傅老师亲自手把手教的。当时因为年龄比较小，总觉得现在回忆起来有很多的遗憾。就是老师他手把手在教你的时候，他把那种这个演员这个人物在当时的那种激情那种情绪，他不停地示范给你，可是我就是怎么也演不出那种感觉，就是心里又十分着急，就觉得年近80的艺术家他不停地在为我示范，可是我找不到那种感觉，就心里很难受。其实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老师体验人物很深，而当时我只有19、20岁，我真的找不到那个历练过人生以后才能有的那种深刻的体会。所以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走进这间房间，其实满脑子呈现的都是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毕业，老师看了我们排演的大戏《梁山伯与祝英台》，老师把我们叫到家里，给我们单独开了一次小灶。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就是在现在这个房间，老师教我们非常非常细致，非常细腻，并且那个时候他已经80岁高龄，给我们讲解楼台会，给我们示范声训。我们当时觉得来的之前其实很忐忑，觉得真的是傅派的宗师，能够给我们讲戏，就觉得他肯定很严厉。但是没想到，其实在教学过程中，老师是一个很风趣的人，很轻松，他可以把一些很深奥的一些人物分析，通过很浅显的那些方式表达，告诉给我们。当时我们非常年轻，让我们这些小朋友能够很快的能够理解。他说我要把梁祝从头至尾，把人物分析他的心理活动都给你讲一遍。他说老师示范不动了，但是我讲你记下来，你慢慢的回去琢磨。我觉得老师走以后，我翻看这些笔记，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最珍贵的，最珍贵，老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我觉得老师不会离开我们，他永远在我们心里。当时呢，就是我参加了一个粤剧中青年演员的流派演唱会，这个中间呢，其中就是中年一位演唱者，青年一位演唱者，每个流派，而恰恰在影派这个中间呢，实际上中年是殷小芳老师，青年当时没有，上海粤剧院没有人唱影派。那么恰恰我在自学影派的同时呢，已经有点小名气了，所以当时呢，粤剧院学馆的老师们和电视台的这个赵慧娟老师就是把我带着我去，而恰恰这个时候也是傅全香老师，就是像尹桂芳老师推荐我的时候，包括像徐天鸿老师，他们都觉得这个孩子唱影派很好。那么傅老师因为跟这个尹桂芳老师的关系特别好，尹大姐，所以呢，他总是非常非常那个老宝贝我，其实就是很希望把影派唱好。所以呢，有这样一个机遇的时候呢，他就主动的向尹老师去推荐我。之后我几乎每演出一部戏他都会来看，有的时候跟尹老师一起来看，他看完都会给我指出当年老师怎么样，他会跟我讲很多。而且伊对阿拉小学呢也下起了关心。
比方讲我搿辰光有一只戏唱《千古情缘》，里向其中有一个角色唱副派的，我就帮傅老师讲，我讲傅老师侬一定要来看看我的戏啊。第一趟伊去看呢，第一趟我问伊的辰光呢，伊讲伊没去看，但是呢听到了交关人的反应，讲不错。跟我傅老师侬一定要去看哦。我讲我唱的是副派，可能我唱了不大好。第二趟我再碰着伊辰光问我讲傅老师侬去看了吧？伊讲我去看过唻，用老风趣的闲话。我问伊讲傅老师侬看了以后，我讲对我哪能介讲啊？伊想了一想，伊讲我拨侬115分。跟我讲哎呀傅老师搿15分啥地方来呀？伊讲侬唱原派的呀，侬拿副派也唱了蛮好的呀，蛮好听的呀，搿15分是无价分呀。哎呀搿辰光对伐，我就觉得傅老师是老幽默的，而且呢伊也没对阿拉勿是唱副派的人特别苛刻。伊觉得侬只要能够辣辣舞台高头塑造一个人物，帮人物符合的，伊侪是打心底想老开心。你的嗓音条件很好，故事不能一味的用高腔，声调上要有对比性，要有高有低，有时候低腔更容易打动人心。这样吧，老师，让我再好好的想一想。你也想一想，我也想一想。走吧。都想起当富泉乡的学生，要想偷懒不行，想依赖更不行。还得准备着掉眼泪。陈兰红纷飞，至今难忘向傅老师学习杜十娘的那些情景。杜十娘这个戏，我曾向京剧大师荀维生先生请教过。荀先生表演杜十娘有一个绝招，他用笑来翻成悲，从而使悲更加深刻，更加动人。真的，你来帮我唱，我们来排吧。来。睡不着了，
娘子快来安睡吧。啊。从良，我回来从良，多少年来，风风雨雨，流过多少泪，爱过多少遍，盼呐。盼到从良的一天，可是今天我的身家银子一两啊，1,000两啊，这是第一项。是不是比可好？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三娘啊，三娘，你这双眼睛瞎了。下了恩子我下了眼，只恨他错悲愤倒不是，去把江头三娘，我的好娘子啊！倒不是将大宝相与他明言，委屈去两件。我断言在少阴，娘子，你若真心爱我，你就成全了我吧。你在为你子出呀，我在你从良。甚至你业务难以云，因此我带着一箱奇珍异宝献于翁姑，劝作进谏之礼，以求永生。不想你呀，听他梦中诉心声，离家过正是报应。我委屈就见后能见，怕着怕谁竟然更遗憾。
可叹我历经风霜，如今受尽日里，退亦无路，进无门。人间不怜我报名女儿，我只得葬身不逃了残生。杜十娘在断江之前，带着军之所长望着自己的身影，他发出了一声嘲讽自己的苦笑。老师，你这几声笑，真是比连喊几声天哪还要深刻，还要揪心。是啊，十娘，我的好娘子啊！哎呀，不对不对，芬妃呀，你为什么会站不住呢？主要没有灵药地气，来，我来做给你看。地气、插台、轻放，来吧。哎，地气、插台。稳住！哎呀，你是怎么搞的？再来！哎呀，怎么这样笨？不要摆了！老师，你刚才也太过分了，当着众人的面说他笨，一点面子也不给的。别说芬妃姐吃不消，就连我也吃不消的呀。那你倒有思想准备，我叫戏，向来是明子加强子。今天的事，老师心太急了，请你谅解吧。老师的心情我是理解的，老师严格要求也是对的。老师，复拍戏我才第一次学，老师才第一次手把手的教我。人家都说复拍艺术不好学，何况杜十娘又是老师代表作之一。如果一天两天能学到手，那复拍也就不成其为复拍艺术了。这都怪我不好，不好！我强记不行，我学得慢，我是笨，但是我学会了，不会忘记，不会走样，我会刻苦的，请老师放心。老师，洪芬妃立志苦学，她的杜十娘的演出终于取得成功。谁能说
傅老师的言不是爱呢？关于20节来，金杰大师最新方有一句名言，他讲把好这类的东西放在自己仓库里，一升米对一吨米来比喻。譬如讲，侬仓库里只有1升米，那么烧来烧去只好烧稀饭了。如果有1吨米嘛，那可以烧出各种各样的饭。老师，我可1升米都没有。是周妹妹，快进来坐。好，老师，我想从基本功学起，台步、亮相、身段、手势，我都想学。老师，老师啊，从梁祝的排练，我一边学唱一边学基本功，好吗？你们大家多照顾我咯。好啊，我来介绍。周弥弥，傅派弟子中的特殊的一位，他来自台湾省，在海峡那边要学越剧可真不容易呀，只能从音带、相带中苦学苦练。他居然在台湾演出了《王魁富贵英》等越剧。1988年底，他慕名来到上海，正式拜傅全香。这腰弯好过去一点。看难看呢，要连放过去。妹妹，刚才啊，这几段唱呢，侬还没把做音的少女的感情表达出来。你譬如是音的脸红儿彩。看难看，我看啊，这个一段戏呢还比较难演，从记得草桥2级班一直到马家4大青南台，也是一段一段推下高潮，从节奏的变化，从侬身上的，所以呢。侬今后再看看录像就可以晓得了。柯林这张折子戏，我最近正好录了个像，你看看。哎呀，这小姐掉下来了。在哪里？两兄，闻他跳，不见娘的花堂，泪在一边。残阳君啊，生死无缘呐，到老。我以为天中人缘成家，谁知晓姻缘不上为命不表。
谁指望你弯月老没来中？谁知晓西墙为教为误呀教，谁指望生小官的来人去？谁知晓未到人我手中家家，谁指望他红花轿到你家？谁知晓我被一束我来掉下应得不要过于悲伤，保重身体要紧。你先快扶小姐为夫去。两兄一言闭来一言开，莫不是难跑老母年高迈，你一言闭来一言开，莫不是跑不下邻里市长东厂北，你一言闭来一言开，莫不是杀不得门不自己尽谁人？哎呀，两兄啊，你一言闭来一言开，莫不是南沙小妹做应得。倘有身在两尊，是无是好啊！小姐，老爷请小姐即时回府。小姐，我们回府去吧。应得，快回府去吧。宁先与两相公上相思。老师，我今天就要离开上海了，一回台湾我就要排练《梁祝》，在上海的时间实在太短太短，我们也学到好多好多。你大胆的演，根据自己的理解演出你自己的特点来，我相信你一定能演好的。谢谢老师。哎，我要是看到你演出多好。是啊，可是眼下
万一你都来上海吧，我一定会常常来的。我要向老师多学些戏。老师，那我走了。哎，好吧。老师，我还会再来上海，要向老师多学几出戏。妹妹，你除了演我戏以外，还可以学学其他流派，戏路子越宽越好。谢谢老师，老师你保重。一路顺风。谢谢。顺风啊！本场的演员是谁啊？他叫何英。何英？人很腼腆，演戏放不大开。哦，他嗓音很好。等散戏以后，带我到后台去看看他。好的。富泉乡的学生都是登门来求教的，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城县越剧团的何英，他是富泉乡自己去讨来的。就是他。何英，傅老师看你来啦。傅老师，今天某天本场是你唱的吗？是的。唱得很好。向谁学的？我自己跟这个学的。以后我来教你好吗？
还不快谢谢傅老师？谢谢傅老师。本县是越剧的故乡，我是故乡的女儿。今天我在家乡与镇远越剧的青年演员合影，就为此度合影之事好苗子。我作为一个园丁，我有责任把他叫过来。不久，何英被调到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又要求到省艺校学习。傅老师非常高兴，他立即赶到省艺校去义务教学。该校的刘若珍老师对傅派唱腔很有研究，便和傅全香携起手来培养下一代。你气口不对，你不会运用透气。透气。我们来找一找，这段唱有几个气口？好，老师，让我自己先找找好不好？你自己找，那太好了。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研究。老师，辣椒，你怎么来了？辣椒姐，何一，老师。我一到杭州就知道你在这里教课。什么事啊？团里要演《女娲传》，想请老师指导一下木关跑的一场戏。李亚仙回来，接力郑元娥读书相上，他把自己的丧母吃下。如今郑元娥得中归来，他家眼睛看不见，只有用双手去摸。这段戏呀，体现了李亚仙高尚的情操，复杂的心情。这样吧，我来当郑元娥，你来演李亚仙，来摸吧。二娘子，元娥告终归来了。告终了，告终了。三郎，你头上戴的是乌纱，乌纱，乌纱。三郎，你身上穿的是紫袍，紫袍。你真的告终了，告终了，你真的走了国了。这件让娘子的罪呗。这是这让世界的兴奋。不对不对，你眼睛也不对，情绪也不对。你回下，要知道李亚仙是吃瞎了眼睛，瞎子啊是要靠耳朵去摸的时候，你头上戴的是乌纱，是乌纱，乌纱。你身上穿的是紫袍，紫袍。你真的告终了，告终了，真的告终了。要分析人物的心理。过去他盼着人偶做官，可是他今天真的做了官了呢。
那他们就是分手之日，所以你们自爆的时候，一下子正是他做了过，他的心里突然麻木，意识到傅老师是要分离的。吃饭啦？啊？哦，辣椒，吃饭了。老师，你们先吃吧，我回去再练一练。哎，在这里吃吧，这里小菜不错，就是去烧辣椒。走吧，走。傅老师，哎，吃饭啦。罗英，吃饭了。老师，我找到了。啊？你找到谁了？他是在找刘大伟长枪中的气口。哎，这里一共有几处啊？一共5处，对不对？对，真是功夫不为有心人。我的长枪的针是针加深结，针深加一点，加深针一点。我的呼吸点是在干净之中，是在云雾之中，是在神枪之中，可以叫他浑身长发吧？老师，让我试试好吗？刘老师，你看。好，走走。来。傅全香常常从生活中吸取艺术创作的营养，他不仅自己广纳博采，还要求学生们广泛学习。他常常带领学生去工厂、农村、部队向生活学习。这是我们厂设计生产的新产品，在市场上很畅销。好，很好，夏厂长，祝你厂蒸蒸日上，也感谢你对我们年轻的招待。小姐怎么来了？老师，院里让我排练现代戏江节片段，参加市里的演出。我知道老师在这里，所以就赶来看戏了。好。哟，快开场了，下去看戏吧。好的。
好兴奋呀！江姐，你不也一样吗？跟吴政委分别了一年，这位又到一起工作，你不高兴啊？表三。华为，看来不能竞争，你到1063把关系对上。好。他妈的！老子不来你不敲锣，老子一到你就喊上，喊他妈的鬼呀！请我安家务统统滚出，看高日看成的，要是再没有人来看呀，他妈的，老子把你的脑袋也刮上去！干什么的？进城。走。是。局长，这是些猪啊！什么猪？你在这些猪进城找哪一个？院里女中吴校长。吴校长。啊，你是个教书的老师。走。慢。此经正在闹逼婚，你单身出娃有危险，眼前就有周聚谈，你往哪边看？我茫茫坐台高山。你往高处看啊！不见青天。你到这里来看，城墙上木龙高原，那就是有名的共产党。什么？你不信？不信嘛，你自己去看啊！走。先生，看见没有？共产党的神队。说你等着吧，总有一天当进你们自己的脑袋。小心倒帽子啊！你不要凶，你的侄子已经凶过他们。老夫老王，我们老百姓放不了你，冯三伟。
浪他走平安在天，在天方，你曾在华阴山下开过去，算起那燎原烈后映聚光，你曾在远远要进水中下，转走到无州四海待解放。你的话一段在我耳边下，也是一句句从笔遗忘。那应山山一角的三字马，总是难如心，难把你想到。在我见你迢迢来观赏，带来了多少春如夕阳，只得是心间短短年前长。谁知你长子为人三仙王风山金路山下，敌人在身旁，我山南才在里冲破悲江姐痛哭丈夫忍悲伤，昂首挺胸上战场。台下，傅全香悼念丈夫，寄哀思。她每年春节都闭门不出。傅全香的丈夫刘健，50年代是我国外使馆的外交官员，60年代以后是中波轮船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他是傅派艺术的知音。刘健生前喜欢和傅全香同坐在壁炉前，一边烧着火，一边谈艺术，谈人生，也谈国家民族的大事。在文革期间那不幸的岁月里，他们也同坐在壁炉前，互诉心声，求得片刻的安宁。刘健去世以后，每逢春节，傅全香都默默地坐在壁炉前，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喂，你好。对不起，傅老师今天不能出来接待。啊？看戏？啊，傅老师今天谢绝一切娱乐活动。
学生们都深深地体会到，傅老师的一生是坎坷的，是不幸的。然而，他却能尽心尽力地培养着越剧的接班人，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奉献精神呢！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奉献换来了学生们的可喜的成就。傅全香一直鼓励学生要敢于创新，敢于超越老师。他自己虽然已是70高龄，也在努力不断地超越自己，绝不停留在已有的成就上。前2年，他从山东到金华，沿着李清照当年颠沛流离的足迹，亲身走了一遍，收集了宝贵的资料。他还精心学习揣摩李清照的诗词。经过了艰苦的努力，他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拍摄了越剧电视艺术片《人比黄花瘦》，把我国著名爱国女词人李清照的形象生动感人地树立在电视屏幕上。我们在刚才的电视片中欣赏到了傅全香历年来的艺术精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李娃传》《江姐》《西厢记》等。但傅派艺术的代表形象还远不及此，而傅派唱腔的华丽多姿，在流派纷呈的越剧舞台上更是独树一帜。那么从唱腔的角度来讲，这个傅老师的唱腔，伊不但是傅派是一方面，
而且在基本腔呢上也做出了很大的成就，搿就是六字调，就是寻路里向搿个六字调。当时辰光，于老师告伊两家头来装勿是讲六字调是我发明的，勿是个，装是呢是侬发明的。傅老师讲这个六字调么是侬，于老师讲这个六字调是侬最早的这个，应该是侬最早唱的。后来专家进行分析，是傅老师最早，就是银路。银路搿对唱，从琴团搿只戏来讲，是傅老师一个高度。银路这个唱，实际上像包括杨高、银路搿些唱腔，是傅老师副派的高峰。我认为。为啥讲副派高峰？伊创造了，不但是创造副派，伊创造了六字调，第一是伊唱，还有一个叫尬调，京剧里也有尬调，这个四川菜木头叫小花，这个说，也是千里闻飞的飞，千里闻飞，七度大跳，拉到骚。是西调，这个骚是高音骚。这个来了有些前头的历史当中没有，他是得首唱。所以他的这个唱腔啊，应该说真的是高音亮丽啊，这个低音厚实啊，他这个真假上的结合，花腔女高音。接着，让我们再一同去欣赏几出傅全香老师的代表剧目。呀。
我不是在做梦吗？不是做梦，是我回来了。三哥，永琪，总算把你盼回来了。永琪，永琪，百年不见，你瘦得多了。你也不是一样哦。看起来是轻轻上君走，从此长得化作王夫人，离别尽可是那看本地两处走，两处走。两地相顺一本经，本在世间10年前，每夜里蜻蜓相伴迎而过，梦遥魂牵神啊相随，先生之情切莫归，正好是无人的杀趁老去，我恨不能生他双臂，请他必为你长泪。这是你说的吗？嗯，哎呀，妙妙妙！嘿，这个是你，那个是我。哎呀，哎呀，真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啊！哎，雕虫小技，不作挂齿呢。哎，永琪。我想到新婚之夜，新婚之夜，新婚之夜，你我两人不是背诵关夫人那句卧龙诗吗？记得你侬我侬。你侬我侬，他上
说一个我，将这两个一起当作用水掉。再念一个你，再说一个我。庙会已经开始了，哎，水仙庙庙会一年一度，哎，你我两人如何不同往一贯呢？哎呀，不能去，我不是一个男的，哎，哪有呢？我们何不来一个教上给班啊？教上给班。三哥，怎么样？妙妙妙！哎呀，不好！哎，做什么？堂上被人识破，人言可畏，高堂文字切也不可啊！哎，母亲不是到俊美家里去了，我们两人没来没去，他怎么会知道呢？何况你已经教长给办，莫说是别人，就是我也认不出来。那，哎啊！好，是此你我一同前往。哎。如今你我斯文之辈，这样拉拉踩踩，在我体痛呢。此次一定请。我现在让大清奉上历尽前行，他一直小声，等他来时，还需为言相劝。列今日仙梦，再让今日杀仙边。弟弟，弟夫来了。啊呀，是你回我吗？场上已经有些梦，才让请用杀仙边。怎呐？我把书儿理好，快来读书吧。读书？呀！看在文章无不开来，书一读行，何必费心啊？哎，遇到是要文武的，书朗无穷，这书啦，哪有多情之理呀？娘子啊，迎接郎做妻嘛，子女与你他4岁，他儿子上都看花。
凌云子罢了头儿空日家，因别是早晚了，罗家因为神经先长，再算是神经先长，谢谢你南北京人也在望，郎君无需云开呀。苦下去就把书本拿。到来看起我的真子来了。阿娘子，不说花枝少银下，月里是在头旁吧，正好与你同得用。今日之间，人事对于哦，我躲嘛！
学无，有本是远方来，不亦乐乎呀？不读书啊？你怎么不读真书啊？啊，我们在听你读书啊。哦，你爱听我的书声吗？哎，我最爱听你的书声。好好好，是这个有声再来读给你听啊。三三七七一切教义，喜而之事，为而之期。世事别白，临时休息，桥下且息，美梦盼息。念下去啊！哦，二更天了哦，呀谁们也好谁了哦。怎了？你再振作些精神，再做一位吧啊！你在看什么？我们在看你呀。哎呀，我知道陪你读书做些真事，多犯了误为你的功课。好，让你一个人在这里多一会儿啊。你来做什么？哦，我在找书本呢。这四书五经不是都放在书桌上，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你是无用大路，必不两地同情书，身比秋水谁瓦土，我依然金钱翻到什么书？怎样？我来问你，你究竟为什么不肯读书呀？我嘛，你要讲啊！并非我不肯用功读书，只怪你那一双君模样。什么？秋波流泪，不怕斗志，不有人依然情切。这书啊，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哦。哦，你是为了我一双眼睛，才使得你不能用心读书的嘛？真是啊，你那双君模啊，
比两个警官把我的文脸都勾得去了，我还有什么心情读书啊？想不到他会让我的双眼睛，难得他不说不语，死里逃生，至今也是一公民。长此下去，岂不要潦倒一生，永无彩头，自杀了母。
先无才早看清，我不嫌你王妹大嫂外家子，我爱慕你心神才高深，是啊曾想不到你为了将我压线连你的我一边吞进我自情，偏偏凶狠英俊生啊，偏偏通察呀先心，倒是兵戈是梦境，房子在山海风波血雨深，天人与君总相逢，我是暗道苍君打死你，我要扶郎君西十子，要玩郎君再来生。哎呀，陈郎啊，我劝导必为功名，我素来富贵荣华自得的命，我要让世人看看情侣女子如何在世遭偏见，功利有成。陈郎啊，大为自己在今年情愿娱乐的东西等郎陈郎，你听我言，你
光，你参赛永远要紧，手中枪，转走到无责是海待解放。你的话一旦在我耳边响，也是一句句从你希望。那因三你交的乱子忙，总是满目公平，看把你想到。在一外天你调调来传唱，带来了多少愤怒希望，只得是民间三十年前上。对子你上自为神三天王凤山金鹿山下，铁山在山旁，我山南才在里冲破悲四英雄，你要发冲啊，将军！孩子千重苦，万重恨，莫压在心头。莫压在心头，当着我亲人的面，又来寻寻，又来寻寻。
请。请。哎呀，那边好大一座花园，不知是什么地方。哦，越发待我随喜随喜。啊，张先生请自。怎么样？那便是去不得的。恰日为何？这里面之差一部蔡相国的夫人和英英小姐。蔡相国家准为不具官爷前来报杀出去。先生有所不知，这因相国去世，夫人与小姐不料领头为尊不领援军，趁路上不行，故而才是积聚自作。啊，原来是此。夫人凌晨自家严禁，什么人都不能进去。红娘，小弟开了这门。是。哎呀，财夫女眷来了，遇上多余不利，再怎么好？张先生，快到这里来躲一躲吧。来吧，快来。万紫天翁好没意思，小姐来呀。我听到哩哩应声莫非是蔡家的小姐吗？正是蔡家英英小姐。为哪位小娘子呢？那是小姐身边的是女红娘。啊，张先生，我15岁要回来了，请先生方丈在上。要是先一步，小僧再有心来。此先生就来。妙哦！你猜你喜乘风眠，彩莲下披冰永边，教不要死，教与愿死泪流在晚风间，用资本兼顾了爱半圈，自这般美人儿几番间，红颜花了难去难言，为灵儿比去半空天。
问啥问啥，夫人。小弟，你看这里的这桃花开得多鲜艳啊！我们这两次去好不好？夫人。小弟，这么委屈吧？名字亮晶晶，他心也名字放一黑，我把你安上做官点心，早年放表弟来称呼的经，龙虎榜上的明星，明星只怕今在猜我头痛伤，愿你们平平安，反为太平玻璃表层啊心，多谢表姐。表弟呀，此一去登山山山路上远，愿你平安返家门。风急浪高，你去孤独越海三更几呀云，旅途老等你莫讨安在长远高奇迹要旅小弟知道了。表
是女婿。去了这高天，一定会胜过你表弟。小道心呀爹呀！你昨日原因万无奈，我千里迢迢难放心。在高天，你要放在保护里。再见北京人，夜晚苦当真。你梦在三万花，苦苦见他们一片心。再生为今你要看见见啊，当然到此刻了泪。七顶高白顶，七顶半座要留人，难道是这高地来不临子写草走？难道是吃了未必长生不老的老人心？这总是十里姑娘临死女。表弟，都到你领兵陈高天，我本该证明单位去陈娘亲啊，有着怕丢失在途中，岂不是有为表弟一天想的他高兴生你才，他那是女心大爷开错不肯开，我非太阳高小心。随便家的不伶俐，手上路要去无业难操作。表弟呀，女婿精心无比，当然靠前来。
小姐。感动小的一动灵，我追到小杨嘞，马表今日欢喜腊梅开，但愿相望养女情，不管你功名成不成，希望要家断襄阳的买情一门亲，小弟知道了。2017年是越剧进上海100周年，也是越剧改革70周年的纪念。也就是在今年，范瑞娟、徐玉兰、傅全香3位越剧艺术家相继离世，十姐妹天堂重聚。不过，花开花落，秋去春来是自然的规律，而十姐妹对于中国越剧乃至中国戏曲的贡献，却永远不会被人们所忘记。应该讲，就是从上个世纪的30年代那一次在上海这个城市的登陆，正是这样一批的越剧姐妹，她们给上海这个舞台展示了来自于浙东山区的这样的一种质朴的青春的这样的一种力量。从那个艺术的价值来看，意义来看，十姐妹其实无所谓在世的时间长短啊，她们都是在人生在她那个能够从事创造的岁月里，完成了她应有的创造。越剧的这一代艺术家，他们伟大之处在于，他们每个人都是个性鲜明、艺术魅力极其强大的艺术家，但是他们又为我们这个城市、为中国的舞台、为这个时代提供了一组艺术家的群像。他们是以群像的方式，向整个时代、整个世界展示了越剧的青春的力量。但是作为十姐妹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一个时代，象征着上个世纪以越剧十姐妹乃至于以上海越剧为代表的中国地方戏曲，由乡村走进城市，由广场走进剧场，由戏院走向舞台，就完成了他的从民间艺术向剧场艺术的历史转型。
上世纪80、90年代，随着电视产业的发展，傅全香也先后拍摄了多部越剧电视片。但留在胶片上的美丽形象，除了越剧精华中的祝英台外，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电影《情探》了。越剧的《情探》其实是根据川剧剧本改编的，而改编这出戏的是2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田汉和他的夫人安娥。田汉先生为了写这出戏下了一番大功夫。写戏中最精彩的一折行路时，田汉在自己面前铺了一张巨幅的中国地图，他趴在上面一边查地图一边写唱词。不仅剧作家花了不少心血，作为主演的傅全香更是为了演好这个人物废寝忘食。在传统戏剧中，越剧由于比较年轻，在程式和身段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傅全香不仅请了昆曲老师教他身段，还专门拜川剧名家周慕莲、杨有鹤为师，向他们学习川剧的水袖功，并且运用到了情探的演出之中。他曾经讲过，他的就是学鲁迅的拿来主义嘛，他自己的演唱这个流派特色也是基于越剧的根本不变。越剧是个根，它是个本，这个不能丢。在这个基础上，学习更多的这个东西呢，更多的把新的元素吸收进来。所以他学程派也好，学昆剧也好，哪怕是学其他的一些流行歌曲当中的有些东西，他也会拿过来。如果傅老师的引路哪能讲法？我真的是引用过来，我真觉着没闲话讲了啦，真的美呀，唱腔美，身段美。伊个辰光侬讲引路啊，搿种介自然的花老啥，只有傅老师。因为傅老师相当谦虚，伊侪像川剧老啥侪去学习的。川剧的自然功夫多少好啊！其实老师他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吸收了好多那个电影啊、话剧啊那个表演手法，然后他又吸收了川剧，然后评弹那个唱腔，所以说我老师在就是他的流派当中，跌宕起伏非常厉害，而且他所塑造的角色都是唱作并重的。傅老师他就是广泛的接受昆曲、京剧，特别是陈延秋大师的那些唱腔，他是真是每天听，还他学了声乐，所以我呢学了那个傅老师，他怎么练功练唱呢，也这方面受了很大的启发。我们老傅的流派，他的魅力所在啊，就是他不断的学，不断的拿来，不断的融汇，不断的深化，不断的提高。这部拍摄于1958年的黑白电影，记录了傅全香最好的艺术年华。接着，就让我们再次回顾这部经典的影片。
忘了，娘主是夜深了，快来睡吧。谁来了？谁来啊？舅妹啊，莲子给熬好了没有？熬好了。啊，媳妇还没有过来，倒得早了，岂不要凉了啊？那不早些倒好，岂不要烫了你肌肤吗？凉了岂不要变坏肌肤吗？这丫头，凉了嘛这你呀？姐姐真想得知道，可是怎么从不见姐夫也这样体贴姐姐呢？你姐夫把心思都用到书本上去了，他哪有功夫想你姐姐的事啊？姐姐你呀，忘了，娘主是看你这个书呆子，刚才叫你恩人，怎么一下你就忘了？娘子稍等，小生来了。王君请等2年以上，抵得过书记子自古原谅，唐大子唐京人功名于王，英不女归阴体一片心肠。快去走吧，凉了吃下去不好。多谢娘子。你在做什么？做针子。让我看看。凉了，快去吧。不许我看，我就不去。是一双密码字。我在做的。你想，我还会替别人做码字吗？你听我做了许多码字，又做它何用啊？你深夜用功，两腿受了vận气，需要密码舞台才好呢。娘子是此体贴，小生没此难吧？不要这样噻。舅妹，你等一等。间有生趣，娘子，我在你家已有2年了。娘子对我的恩情是有定当图报，在等来年上京应试，实得高祖定及娘子进京同享荣华富贵。忘了，你如今这样日夜用功，这为的是荣华富贵吗？是啊，常言道得好，10年长夏无人闻，一举人民天下知。一旦中了上药，我就什么都有了。这万位王王啊！你莫忘了，在你堂下无人问，莫忘了寺门外一片山安宁光，愿王郎才高配，只为
去嘴吧，就有娘子。害人了右边有一位张大夫，一道十分高明，明天你就去看一看吧。多谢娘子。只有一个成了。你看他2年来为了一个碗筷得罪了多少客人，他好容易就下来的一点东西也为碗筷花完了。他呀谁是想当上元夫人？师妹真是个警钟。什么警钟？他平时欠了碗筷的。好啊，你们又在这里别骂我了啊！哎呦，上元夫人来了。服侍些什么呀？哎，不是我们服侍，是你呀，贵人都忘事。今天是什么日子？你都忘了？哎呀，我们等到3更天，你也不来，真的忘记了。你们提醒我，我岂不就是了吗？哎呀，怎么能让上元夫人去呢？当然我们来了。你这丫头，不是你吗？是嘞，好了好了，哎，你小心，别把小娘子摔来了。哎呀，你看塞到哪里去了？这是师妹的父亲留下来的遗物，要快找找吧。好了好了，不用找了，你们看，在这里。哎呀，你的这个都送去碗筷了。哎，当心在碗筷变形，把它送给别人。碗筷不过少了几个人，你们为什么这样看不起他？好好好，但愿他们与你白首偕老。只要我拿好心待人，神总会拿好心待我的。师妹，你不要多心，我们话也是难听，可都是好意。我们是姐妹，自从结拜以来，只剩下了3个人，彼此还能不关心吗？想当时多么热闹，现在又这么冷清。你有的地府本事了，不打我们见面，叫人怎么能不怨你哦？以前的事真不忍提。大弟弟从良去，自今已在。三妹妹丧了命，王夫长妹，大妹姊妹回家乡，独一不在。老妹姊妹在地马，再买到蓬莱。
师妹，你前去看地婆，暖一口为。师妹，你同小姐讲什么？啊，没有说什么。怎么一会儿你就不放心了？不是的，我怕他推人不放肆，只要信你，不就行了吗？谁在想你？真的，这你就放心了吧？啊，我去看一看，谁来啊？人家不理我们走吧。菲菲，人家要走了，亲你的，你媳妇刚才让你，哈哈哈，那我们走了，不送你们了。你呀，还心思送我们。菲菲，媳妇醒了啊！这样的。在这里休息会，待老奴先去陪他。王郎，娘子万如也。王郎，来此也是黑人庙，想连我几位夫妇是黑人给做的媒人，若不你我一同进去，想人间民国事女，娘子说的也是。与王魁几位夫妇思愿在受监牢，生死祸福永不变心，他为此呀伤人苦海。小生王魁与桂英接人夫妇列至不边及走去，想为此呀用谁刀杀？王郎言中了。昨夜剪下青丝一缕在女郎君，此一去路途寂寞是相依，天子把雨是见归阴，这一流就是流大流金，定必正当我现在可对在身吧，只是
是岳父刘金娘子立业年文，表生气味丢了。自然好，少爷，马意为好。来望见我老天灯，王郎啊，你女皇调调，送人问安。少爷，请上路吧。老管家，请你一路自然，好好侍儿少爷。老奴遵命。少夫人，你对我们淄博的大恩大德，老奴永不忘记。娘子，我要走了。王郎一路小心，为妻在家，咱儿嫁衣。娘子在家也要保重了。你委屈吧，王郎，你一路珍重，娘子在家也要小心了。弟弟，这夫妻远了，看不见了，我们回去吧。树林昨日了，王郎在苦心才定他元岁弟弟，回去吧，回去吧。少爷，要是少夫人得知少爷高官得中，定然喜欢非常。少爷就该夸奖少夫人进京才是。我也有此意。启禀常院公，李大人到。有听。常院公请您。
问常月公与亲。恭喜常月公，贺喜常月公，喜从何来？老丞相有一千金，十分爷美。老丞相又有常月公，就为千金自豪。不知常月公意下是何？蒙hỏi老丞相见爱十分关键，此时玉生家中也有糟糠之气，这门亲事难以议哟。请问常月公，家中的夫人是哪家名门的千金呢？这个是常人家出生的了。这无妨，多送些银两，叫他的年穷度日，也就是了。有道是糟糠之妻不下堂啊！常月公不去糟糠，真是难得。这是常月公气色，原是新上人家之女，这怕是笑话。这是二人相爱戴之名，常月公做了老丞相的东道夸许，定在先人无了。此次李翁请回，用玉生三思。三思而何应？常月公告辞，告辞，告辞奉送，告辞，告辞。这在李老爷的差人对我一家，这李老爷是天下富十妹来的。那少爷，你是怎样回答他的呢？我自有之章，不用你问。少爷呀，自不明才来呀，死了杨贼，少夫人为我们背行了我们，历经在头戴乌纱要女戴，少爷呀，就该召集夫人到地境来。不知道你下去。启禀常月公，上大人何夫？听说他是本府的人，他来做什么？不必又是何物？有请。请常月公平安。常月公，下官收来拜儿，请常月公施罪。有真正个老有赐家哩。常月公，是在李翁蒙了和老丞相之命前来的亲，言道常月公不起糟糠，故而不便答应这门亲事。老丞相听了是十分钦佩。只是老丞相放得常月公的妻子乃是莱阳名苦阳的野花女子，此事倘在被人知晓，常月公的脸面何成啊？老丞相实在是为常月公苦心，故而们命下官再来提亲，常月公可万无推洽的了。他们是此相爱，是何是好啊？见夫承蒙相依初见。
辜负人，本去山路命苦熬，他原是思乡门里演得的好穷才，我与他为难，相逢成匹配，定期再去不应该。唐元公，唐元公不要太师的，西天下国应开为，教会本是壮胆语，真必得儿们虚无女精彩，他早经无处心难改，真配你天子门生歪歪改，是这样欠债的良机是难改。唐元公啊，你错不了机会要回呀！就他句句一语都无心，欠债良机实难摘。大丈夫应有零用之，我岂能无钱人为穷财？自古到今既是要真相配，我实在相负。从今就实让青云乘风吹。常月公，意下是何？夫人相有爱，若身贞观太子，只是匆忙之中无有信问，是何是好啊？常月公，这牛水菜不是最好的品物吗？这牛水菜么？原来之间之问，是以他为品，这些常月公心结是牛，情重是山啊。区区一问，望不见效。此时待下官禀明我老宰相，接着前来迎接常月公，妻子相扶，一别为婚。多谢见公，告辞。奉送告辞。想不到我王奎一家恩师，竟做了天子的门生，再想爬去，也困飞黄腾达，旁人百里，好不可惜呀！千中所遇应是牛，王奎就是奉上心。所谓我爱他风度苦实在，从今与就在无上忙把牛带上担心呀启禀常月公，莱阳家事到啊，下属人不在，书信下在卡店之中，是店自动送来的，小人已当发他去了。下去是。贵因被击，王郎千彩。还有小事一些，上不胜过金秀香，谁让得以真说啊？谁知叫谁有贵客，是只称你得细查。
看着小事，归隐道外一往情深。哎，大丈夫处事岂能反复不察？事到如今，我已顾不得你了，不免待我修饰一封，目送把银200两，以报你2年恩爱。一封信寄于明国，教育娘，为是王妃良心上，一花女真配上元郎。说因此200两，是王妃不能只能为己与你继父在意。娟妹啊，拿针线来啊。
好傻呀！但愿你他居平安度艰难，一山一块不逆境，宽大于苦家义，经大空难才让分，我听对梦来记旧人。老官家，少爷中了套虐民老奴报喜来了。想不到叫归阴，夜雨惊到，有书信一封。王爷家送银子200两，请夫人收下。银子就没剩下。老官家，少爷身体可好？甚好。可是少爷今日差没来的？正是少爷命老奴迎接夫人觐见，遇老你了。啊，姐姐，你快去预备酒菜，今晚的我姊妹喜上一喜。老官家，一路辛苦，我先去吧。姐姐，你快点醒吧，我们都想听听这的喜信呢。哎，上元公接上元夫人的信，我们怎么好听呢？算了，我们去吧。来，老官家去洗洗吧。姐姐，不要去问妈妈不可，看她还要骂，这是穷弟的甜嘛。妹妹不可自知。阿舅妹，你快去真的营上，明日一早，令我一同进去。多谢姐姐。王魁见机，跪祭长子。是必须在今教应得中，我人想招在即是疼的。举身患难解决呀，得命王中送把银200两，以报延期2年而来。必怜子愿意归，虽将不应愿忘愧。今朝在上得路，真相群侣若一在。瓦魁，谁呀？
俱忘愧，萍水相逢几人欢儿迎，夫妻相爱两年整，我问他每夜里苦到大三更，那王魁上京把子迎，我也曾与王魁曾到神仙大子命，十指望生死何福与他共命啊，与谁知此人之面不那王魁他中了高魁人忘了本，他经过定期再去与主心啊人200两银子一封信啊，带我上天无路在地无瓦门，自在等头心策人人公分，王神神自真意思差应与我归隐，大元神啊，给彩的魂灵是我在身，是我在身，黑人呀，我总是望见也关别山。黑人爷，年年归隐孤苦伶仃，你就替我做主吧。黑人爷，我哭诉了半天，你是一滴也不离开我。莫非劝你的人太多了？你忘了那天我王魁在此明示了吗？潘官爷，潘官爷，潘官爷，请你向黑人爷为禀一声，夸夸办那王魁。你也不理我，那天我王魁在此明示，不是你有小慧做精神的吗？小慧哥哥，小慧哥哥，小慧哥哥，你记得吗？记得那天我王魁在此明示吗？你也不理我。我明白了，遇见王魁逼不得已的，他中了状元，是天子门生，遇做了汉人乡的女婿。你们都不管打他，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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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你们都看不起我，看不起我教诲一无节，二无私。
我名字黑人爷，难道你母子不刚生？关于三金金文人，恰为我的今日福音令的三母可诉祖莫比你为啥不管生死，岂不问生死风不歇日本，欲望愧在生前挖下肆虐，为心在呀去小米个西北夜我不想你，我就是不想你，回去吧，回去吧。表妈舞蹈万苦人，曾经对宝儿的当妈受欺凌，这真是上天天福禄啊！谁的家父们黑三爷啊，你不作子，虽连我归因，就人生给忘愧，许我再生。黑人爷，你真的不该枉愧于我得罪，你不在我的堂子，归因此愿也无此可生的了。你叫我回到哪里去呢？我又是无家可归的人了，我只有一条死路。对，就是我死了，也要给那王魁。到你身边得走呀。
人也生了他的可诉，命哀各让王奎先来与他责任。对，小鬼营哪里？来也，潘官爷，小鬼营，此今黑人也生了你的可诉，命你随我同往必经各拿王奎。当在竟有各王八台此。西单身，潘官爷，你与我把如意，眼睛人到那为心疼。飘荡荡离了来呀喂，举子间离虽不去，你虽难为。故今在自他边塞上三两个多位，梦抬头欲望见海上为啊为。在官方唐人风，是群仙八代，多少个上顶人在那大坟案下把命啊开。王伯霸与之间是狂到怒水，原来是话无东去，大小子来。耳边响一声声，才人官府。潘官爷，这是什么声音？这是故意爱民。原来是啊，姑爷儿了了离离叫声悲，可怜他与归隐，一半儿交在莫比被抛弃，漂泊天涯，无子可归。小鬼营，好。两官，我到四方偏有公文，你为王侍奉小姐去吧。是。相国王奎，自从实在相府以来，我那小姐待我十分恩爱，真是言不必弃。这不久，随君立下自相分美，上有那风流长草俏娲妩媚，
不就又是深秋了？此手不知交贵，在莱阳黑人庙内事已生死。哎呀，下官虽在竟有锦绣之中度日，总觉得精神恍惚啊！情缘一心深深系，当来谈灯是流年，耳边像又听得风声起，望春望望地不息。司令，下面是谁来了？你是谁？不是人，是银呐！哎，王奎啊，你的大娘也踏心，就是鬼门，怎该把我贴出门生气？地里真是平静了。听说是边境人，我心小是啊非，在乡家是大哥为你的王魁，他在那三围楼上正方作对。就是你孤孤单单，凄凄切切，千里万飞。哎呀，猜呀，今夜晚管教你到神仙佛财。在此等二代做了王魁，判官爷呀，判官爷虚心计，且得莫非你有生退尊之孽？判官爷呀，非是我身太重，心上寒冤，独自为2年前夫唱父啊。判官爷，你许归隐，先去死判他杀完与人心在，我情愿收回。神仙有
姐夫有你，这判官呀，他那是没丢人扛不落台，我定要将台的命来在好。好像是焦桂英的声音，又听不见了。哎，也许是我精神恍惚所致，切日由他。为何封门是开呀？你是谁？是我啊！哎呀，当归呀！王郎，分明是人，真的是鬼呀！你不是焦桂英吗？怎是为妻？闻听你在黑神庙有日夜生死了啊！这是认错了，我不认识。你不认识？王郎，进来看，我不是你的桂英吗？我一人修饰一部分银200两，你再来找皇郎在中常院为吉祥郎君贺喜来了。是个官人，还我的什么喜呀？真在不唬你，王郎得中高魁，说了为妻，祝你成名之女。再三，我千里迢迢，也为的是与郎君送药方来了。药方？昔日郎君在明窟王的时期，深耕苦读，两手冻得冷冰冰的，后来成了大病，是我在黑神庙右边请一位大夫看好的。大夫说，要是此病再发，可再报此药。我病从未再发，药方不用了。不用了，纵存再发，也有我那夫人着了，不劳归期必行。原来是此。我去问你，千里迢迢你是怎样来的？千里迢迢郎君来的，
难道我是来不对吗？桂英，你咋这不委屈？我就要问你个茂生官情时常相顾之人。哎呀，王郎，你何必如此呢？你念桂英当在一点半点的好处，你就收了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吧。桂英，你啥这次要是被夫人知道，那完得了啊！记得我与郎君当日相爱，誓不再嫁。如今王郎告状，为妻反遭受气，实是为妻宝儿的举烈难抗。只求王郎用桂英在府上做一名奴婢，我一个郎君大恩大德。这条心，速速与我出去吧。既然做奴婢也无此不问，记得你在今日间盼你路途寂寞，写下情诗一缕，如今还在身旁吗？这是你的流放。哎呀，那玉顺在呢？玉顺在么？夫人对你讲了，他已做了我与夫人订婚之新闻。啊！玉顺在是我弟弟的遗文，当在相送于你，想不到你不必多言。叫你把您50两叔叔委屈了吧。我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那么叫你往进50两，你是你们不去吧？啊！到了此时，你还要我叫桂英再落风尘吗？你心何人啊？哎呀，桂英啊！今生是我为了你，原来生于你这级死路，从家罢休。哼，我却不信，我代替明日，王奎，你那是也已经爱死了一个叫桂英，你还想再死一个叫桂英吗？
我面前请了名声高道，超度于你呀！我要你给我为莱阳祈王，现在不行，现在不行了，现在原不不行。你是鬼呀！只要有情，不分成鬼呀！鬼，你是真不去，我就要请那法师将你当着九有地狱王魁！你在呀？我刚才死退你本身，才指望你有半点真心，我在找你一死。谁知你今日丧尽天良！快点！王魁，你咋还王魁呀？你在猜呀？王魁啊！哎呀！傅玄香生活当中的性格和舞台上演绎的众多人物一样，生活中的傅玄香也带着一丝倔强。舞台下的傅玄香感情浓烈而又充盈，对待生活充满了热情，从不肯将就。在朋友、学生、女儿的眼中，她永远是个青春活力的28少女。我妈妈呢，她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在重病期间呢，她还是坚持一定要天天就是2个小时的康复训练。然而呢，到了后阶段，她因为是病每况愈下嘛，病情，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她的意念还是非常坚强，非常有意志力。就是我从年轻年就来到奶奶身边，但是我是愿意护工啊，后来就跟着她家里的。因为奶奶对我好，她对我叫自家亲人一样哦，怎么样的？什么事她就照顾我。比方那时候人家生的，我就是奶奶就讲，你老早在我们是在农村上来的，他说你们乡下苦，他讲你在奶奶身边，只要你有享受什么东西，奶奶就会照顾你的。他这样讲。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过年我去给老师拜年。他就从抽屉里找出那些他事先准备好的贺年卡，这个贺年卡上有他的生活照、剧照，有他的一张画，这是他自己精心挑选的。那么他还用他那个，因为他是偏瘫了嘛，这就一只手，但是他那个能动的那只手呢，帕金森的很严重，他就抖的就又签了一个傅玄香的名，其实也没有完全签成。那我们也特别不舍得他，就没有让他继续的签。然后他就是我觉得他那天一直想说什么，
一直到我临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王浩，他说你看老师这个贺卡上这张国画上有一只鸟，那个画是他自己的一幅画作，他说这个鸟你看，老师这一笔没有画好，这个鸟的尾巴画得太高了，老师把它印在这个贺卡上，也不断的提醒自己，永远的都不要翘尾巴。老师自己他是不会做饭的，但是我到老师家里来学习以后，住在老师家，吃在老师家，而且老师每天早上都很早起来，就在给我做早饭。那么那个时候也小，反正是什么东西都好吃，老师给我做什么我就吃什么。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吃在嘴里真的是暖在心里。现在想想的话，真的是老师就像一个妈妈一样，对你生活起居都是非常照顾。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对生活也是一个照顾也不大会照顾自己的一个人哦。然后能够对学生这么无私的一种奉献，从老师身上我都觉得我们做学生的人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向老师学的东西。每次他都会跟我说，他说哎你在干嘛呀，你过来吃饭吧。然后我就过来家里面跟他一块聊天吃饭喝茶。当时他就打开冰箱，他说哎呀你看你喜欢什么赶紧拿。我说老师我其实吃得挺饱。他说不行，你这样吃饱这一顿不够。他就拿个袋子把冰箱里面所有的水果啊蛋糕啊所有的食物全部塞到那个袋子里面。我每次从傅老师家里面回去以后就大包小包拎了满载而归。我觉得有时候对于一个老师跟像我一个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付出的比我付出的更多。我的印象中呢，傅老师是非常开朗的。我记得傅老师还是很幽默。我们在80年代，我到了上海以后，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出去外面演出啊什么。傅老师他很爱美，他总是看到我的头发，他说你这头发能不能弄得好看一点。然后过一会儿呢我们刚刚去世的严顺开老师他进来了，傅老师也是很幽默的跟他说，你的头发像吊裤一样，就是像鸟窝一样的，就是我跟严老师两个人的发型永远都是弄不好的。但是傅老师呢，他都是清清爽爽的，然后别在一个别针，然后发型啊什么都真的好。他本身长得又漂亮，然后呢他又注意，非常爱美。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呢，确实是需要有这种因为他本身就是美的天使，需要有这种美傅老师呢，他不但自己非常爱美，他还愿意成人之美。我记得我的老师徐玉兰老师呢跟我说过，他在20多年前拍摄这个徐玉兰集锦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想有一个片段是《西厢记》里面的一个片段，然后呢当时呢希望能够请傅老师一起参与，然后傅老师呢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当时徐老师以为傅老师他会有很多顾虑嘛，但是呢没想到傅老师他非常豪爽，他说好吧那我来吧。那徐老师非常的感动。这个片段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很多艺术家就是他的艺术华彩都在他的作品里。很多演员来说呢，他主要在舞台上。傅老师他不一样，他的华彩在舞台上也在生活中。他在我们看到他的每一瞬间，他都洋溢着艺术家的这个非常迷人的这种华彩他阳光这个热情爽朗之帅，同时呢又很飘逸，很潇洒，很青春，很爱美。所以傅老师在我心中就说他是可以让人扫除心灵阴霾的人。你这一个空间不管是什么气氛，因为傅老师的到来马上就可以改变。爱美，爱一切美好的事物，这是傅全香对待人生的态度，也是他对于艺术形象的执着追求。在傅全香一生所塑造的舞台形象中，有一位女性，她的名字也许不如祝英台、焦桂英那么家喻户晓，但是在傅全香老师的心里，她的分量也许要来得更加重一些。
他就是秦淮八艳之一的李香君。傅全香之所以爱李香君这个角色，是因为在这个角色的身上有一股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早年在和尹桂芳台上演出《思善一折》的时候，年轻的傅全香被剧中人物深深地感动了，以至于在台上吐血晕倒。可惜的是，傅全香的李香君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如今的我们只能通过一张泛黄的照片，遥想艺术家当年的绝代风姿，通过一段老唱片来感受艺术家倾注在这个人物上的爱恨情仇。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提到，这首《卜算子·咏梅》如同傅全香一生的写照，而他的许多舞台形象也让人不禁想起了另一首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首词的作者是南宋时的官妓严蕊。和出身微贱的李香君一样，他也因为高洁不屈的气节而受人尊敬。在傅派艺术长廊中，有不少这样的人物，他塑造的焦桂英、李亚仙、杜十娘被誉为风尘三绝。虽然出身相似，却各有各的特点。在电视剧《杜十娘》的拍摄中，傅全香和著名昆剧艺术家季振华有过珠联璧合的合作。其实，在傅全香一生的舞台创作中，和许多京昆以及其他剧种的艺术家都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转艺多师，最终成就了傅派艺术。在这儿呢，我想说一个傅全香与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之间的故事。傅全香有着越剧程砚秋的美誉，程砚秋是傅全香最崇拜的艺术家。1939年前后，傅全香和马章花、袁雪芬等人在大来剧场演出，而程砚秋正巧在更新舞台，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大戏院演出，两个剧场相距不远。傅全香每天演完戏呢，就匆匆忙忙卸了妆，赶到更新剧场看程砚秋的演出。那时候傅全香的包银没多少，而程砚秋的戏票却是很贵的。聪明的傅全香动起了脑筋，他结识了更新舞台里一个木匠工人的女儿，和这个女孩子搞好关系之后，就让女孩子偷偷地把自己带到剧场3楼的木匠间里。从木匠间的小窗户望下去，舞台上的演出一览无余。解放之后，有一次傅全香去北京开会，遇见了程砚秋。傅全香跑过去恭敬地说：“程老师，您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了，教给了我不少东西，我应该谢谢您。”不了解情况的程砚秋被傅全香说的是一头雾水。于是呢，傅全香就把在木匠间里偷师的事儿呢告诉了程砚秋。程砚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此后，两位艺术家关于唱腔方面的切磋呢就更多了，而傅派的花腔女高音也有不少得益于程派的唱腔。那么说起傅老师跟评弹界的交往呢，其实，我们知道傅老师他是个博采众长的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啊。他喜欢程派艺术，程砚秋老师呢，我也喜欢唱程派啊。
特别呢，他在他的这些很多的文章当中论述到，他说他也吸收了评弹的唱腔跟咬字，特别是我们徐云志大师的徐派的唱腔，他特别喜爱。也钟爱他这个咬字韵腔的方式，也吸收到他的副派唱腔当中来，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唱腔当中能够感受到评弹的咬字和韵味。要讲一个，我到傅老师拉过2只杂志拉过，我拉字幕，一个是楼台会，还有一个就是阳光。以前咱们看戏还不注意，但是我老近的拉胡琴嘛，来台下头生活。搿阳光一出场，一个步子一走，因为我欢喜看京戏了。哟，神派味道要足啊！我不晓得他唱，那么有些唱伊也来吸收了神派门，但是我看的是伊个步子、台步一出场，神派味道还足。那么伊表演各方面侪吸取了陈年轻。但是有一点，一发疯了以后，我认为是熏派物质的，我不想有搿种相当有搿种味道了。所以搿些老师里向平常就是非常一直在学习。在从其他剧种艺术家身上吸收养分的同时，傅全香对于戏曲界的后辈也是十分关心，不仅仅对于傅派弟子，对于粤剧青年，对于别的剧种的后辈，他也总是毫无保留地加以指导。傅老师是一个非常讲感情的人，也很仗义的一个人，所以对傅老师印象极其的深刻，并且呢，一个傅派的唱腔呢也是非常华丽的。这个点带了丁子诺老师丁派的唱腔还有相同之处，很华丽。所以伊自身呢又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平常看见一个辰光，总是那么讲究啊，总是那讲究。特别伊个交关艺术的塑造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那么因为我的声音呢大概跟傅老师呢还有交关地方是可以讲有些相同之处吧。傅老师的音色伊个唱腔的声音的位置比较高，那么我自身的唱腔位置呢也是蛮高的，所以有辰光阿拉搞活动叫我来反串的情况下头呢，一般我会得来唱一段越剧的傅派的。其实来讲我唱得非常不好，但是傅老师呢是一定给我交关鼓励的。我唱过傅老师的这个楼台会238只音台，也唱过伊个我家有个小九妹。那么我记得有一趟我来学我家有个小九妹的辰光呢，当然我也学得比较用心，听了傅老师的每一段唱，一字一句我这个是尽量好好去模仿。结果我录音录好，傅老师听了以后呢帮我交关鼓励。伊是讲小毛侬想不想来唱越剧啊，我愿意收侬做徒弟的。结果伊讲好搿句闲话呢，伊自家开玩笑的就讲了一讲，哎哟，不过丁老师不同意的。所以伊拉这个傅老师还是很幽默的搿样子一个人啊，到一定的年龄了，但是我觉着伊内心还是搿能样子的阳光，更是有一定的童趣。所以唱我家有的小九妹的辰光，我看伊真的是蛮开心的。伊讲我唱得老好啊，只有一天是演出以后我唱好，观众席上就是伊立起来，哎呀，掌声非常的热烈。那么我也老感动的，我觉着傅老师辣阿拉人人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敬佩的一个老艺术家啊。我只是一个3节目来学伊搿段唱，但是伊竟然会得立起来帮我鼓掌，葛么伊是对我是极大的支持，搿只爱护的。所以平常辰光有辰光哼也欢喜哼傅派的。那么今朝阿拉这个傅老师啊驾鹤仙去了，但是非常相信一个傅派艺术一定会得到发扬光大。我不是一学评弹，我才学个心头，搿是我学个第一只评弹作品。所以呢，我就是讲正好电视里看见，其实对我来讲，我评弹唱心头的，我内心也刻画监观音这样一个人物，2岁，我得刻画得出家，懂也不懂，是个，就是讲这是个感觉，哎呀，我怎么唱不出这种
悲伤的那种心里面悲伤的感觉唱不出来，所以电视里想看，哎呀，那个银楼啊，哎呀，我就觉得怎么真的像个鬼魂，这个就是不是一般的女性，是个鬼魂这样的女性。但是那一马上天一旦我嘴巴里为什么来噻？等到后来在相应所有，搿个辰光我已经是迭代上海平台头来着，当时辰光有只台子的，我说我印象蛮深啊，你不晓得立了下头呀，哪晓得傅老师来，晓得立了还子心里向也吓个啊是个，那么当时我唱还子在结束，那么你俩粉丝努力领带前头来，哎呀，你看傅老师哇，所以就是讲你哎呀下来你就讲你就下来。我随便分享的，搿个辰光的傅来是，我记得因为03年嘛，好像已经83只，一脚连着上8个蛋好像是，一脚就跨到台了，踩也非踩的。我记得当时我83啊，搿个是啊，一眼的了。那么我最感动的，实际上像是从电视里看，但搿个辰光我得里是当面接触，第一面，搿个正面的接触啦，里拨我一个感受是非常深。就是讲搿个种。10万多名气的大艺术家，不一点点架子，现在讲起来就是很有亲和力，唯一的，我觉得对我艺术生涯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当时光因为我是唱离台出身，我想听粤剧也好，听评弹也好的观众就晓得，唱离台是用本嗓，现在讲起来我们叫大本嗓、大嗓子唱的，那么有一个后果就是喉咙很容易发生沙哑，那么这个音乐知道呢，就傅来斯。听还有你在台浪向，我真的印象深得不得了。所以昨日一讲采访，我脑子里马上就想着你等我讲个闲话，我是学不来你讲闲话的腔啊。但是这个闲话是就是讲，多听我唱，我其实是增加成绩，其实是各种艺术家是很污浊。你不是实际告诉你最用啊，因为第一面也是个3年前唱，我可能我在经商或者哪哈，你是第一面。就是讲很污浊的解释我，你这个方式是不是要改一改？你就解释我就是讲用增加升级生命力会得现场。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体，就是讲我脑子里向就有生根子。所以我就讲各种来个艺术家了，你对我们那些小辈，他不管是不是你是同行还是非同行，但是他都会就是倾心吐胆，他就是告诉你，希望你少走弯路。那么我想对你来讲。它也不是界别之间的一个区别，我对这样的老师就是老师。其实我认识傅老师呢，已经是很晚了啊，在03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80开外了。然后到06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办专场啊，我记得还是在上午，那傅老师也是兴冲冲的赶来啊，来捧场来听我们的书。那么呢，而且这个听好之后了，我们在一块这个聚一下啊。这个老师就坐在我旁边，那么我们当然不肯放弃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啊，来向老师这个请教他怎么样塑造人物，我们今天书里面有些什么问题。那么恰巧我是说珍珠塔的，我们书里面有陈翠娥这样的人物，我也看过傅老师演过珍珠塔啊赠塔这一段，所以傅老师他就是说了陈翠娥当时的心态啊，他的心情啊，这个内心啊怎么表现啊，怎么表演啊，他的眼神动作给我们分析了好多，包括我们当时他来听我们的长篇是陈圆圆。那么我们知道傅老师演过那么多的这个女性的这样一些人物啊，包括他演的杜十娘啊李清照啊包括李娃还有焦桂英啊，是这些人物我们平常当中也都有，但是看了他这个表演呢，我们更加就感觉到他的这个表演里面，我们可以吸收到很多他的这个表演的这样一种特点啊，所以这个他虽然没有演过陈圆圆，但是这个陈圆圆的人物他看了之后啊，他也跟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风尘女子啊，我们说这在这个朝代更替的这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陈圆圆这样一个青楼名妓，她的这样一种感情啊，所以给我们分析了好多，所以当时这些话到今天我们还是记忆犹新。也许听了这些故事，我们不难理解复排艺术为何能达到如此之高的成就，傅全香为何会受到人们的如此尊敬。接下来让我们还是回到舞台，欣赏一段他的《杜十娘》选段。
天已亮了，你还守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去通知你那圣兄先来赴见？啊，我要熟悉一番，你好叫人呐。啊，三娘啊，三娘，从良，从良，我回来从良，我花了多少心机，盼了多少个时辰，盼到从良的一天。可是今天，盼到的是什么？盼到的身家银子一切了，一切了，一切了。杜十娘啊，杜十娘，你这双眼睛瞎了，瞎了，瞎了！娘子，你要珍重。我将圣兄带来，杀不得娘子，我可担待不起呀。你放心，走吧。天
想不到他国的国家，不仅温柔到举天王，万事万物大力开花，不信我三娘命运我明白你离家把母亲母女笑，披萨神笔带他回望，到头来万事一个要全看。到此嘛，无家三都尽，连本带恨，相猜相。师娘，圣兄来了。人子叫进你了，叫了，够数了吧？够了。那就叫神吧。请师娘，请随我过走。沈老爷，不管当，神父，神父。你的船在哪里？师娘，请看。快点挂，快点挂。可惜呀。可惜什么？可惜船儿太小了。太小？我的船能装10银10担啊！许到你船装1银10担，你可知我愿有天般大，还有海洋深，你岂能装得下呀？李家无情，我生父有你。请师娘随我过走。我与李公子2年正好，我还要与他话别几句呢。应该。请。是。李公子，我要走了，难道你一句话都没有吗？师娘，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吗？你在他县镇旅游，你在我难道不是？年务管得紧，难进李家门。什么？你怕年务要在马？分明是你家家隐语将我骂。
你这也怕，那也怕，一都不怕。将我推上什么？三五子。价值多少？何止千金？那比我孙家人还高了。你看我娘她变得将地山上，娘子，我离家。你就在须林家，你来听他，我将你看作观音娘娘，活菩萨，无愿明媚争取，真你伟大，昔日儿残忍养育一家。烈子团在好色引起杀，天地良心，苦佛讨心，今日真经没有家。这是什么？把女离人啊！你才是把女离人归无家，你不知把女难离。三娘，我的妻呀！不怪他生父离间，世间大，是我中了鬼计，将你骂。我求了娘子心有归，求娘子重归于好，各守三门呀。再不归你我来责骂，我拼死也要把你带回家。情儿女真经历关万丈，我只要娘子不要讲，你不见蒙受名字与光华，三娘纵然下了眼，也看得清哥哥是山大，是山大。怀抱下金名字，
确实我几十年的舞台生涯啊，也演过不少妇女形象。那么当我来讲呢，真正的要把这些妇女形象创造好呢，由于我的水平啊，我自己还是不满意的。我只不过打一个难度吧，让我学生辈来创造吧。那么你说你讲哪几个妇女形象，我喜欢呢，那倒我可以谈谈。我呢最喜欢呢有3个角色，3个人物，一个是梁山伯祝英台中的祝英台。我为什么要喜欢这个祝英台呢？我觉得这个妇女是了不起的，她富有追求，富有理想。譬如讲她追求学问，不管千方百计，那个时候啊妇女不能去读书的哦，她还是要去求学嘛。像今天来讲就是去读大学吧，是吧？那么她追求婚姻是指啊，而且也为爱情而竞争着吧。那么我觉得她呢都是有理想有追求。这个妇女形象呢，我拿祝英台呢用一块碧玉来比喻，来把它塑造，我觉得她是很均匀的。这个祝英台呢我是非常喜欢她。另外呢我喜欢讲那个孔雀东南飞的刘兰芝。刘兰芝嘛是一个才女了啊，她又能做事啊，又能劳动，譬如她3天能够织5匹布嘛。那么另外呢她是对爱人呢也是非常忠贞，是一首我们中国古台来讲，就是这一首长诗呢形成应该讲是从这一首孔雀东南飞开始的。所以我非常喜爱这刘兰芝这个人物。那么我拿什么来比喻他来塑造呢？我把它比喻像越过兰花，郁郁芬芳。因此呢我非常喜欢刘兰芝这个人物。那么第3个呢，当然对我难度也比较最高，我也最爱的就是我们中国伟大的宋代的女诗人李清照。我要演李清照呢，我已经向往40年，那么是在一直到93年啊拍成了2集电视剧。我在荧幕上塑造了李清照这一个爱国的伟大女诗人。但是我呢由于我的年龄我现在是从中年一直到老年，也就是讲我从30几岁一直演到73岁。那么这3个妇女形象呢，在我复派艺术中间呢，应该讲我是最喜爱的3个人物。李清照是傅全香一生塑造的最后一个舞台形象，也是倾注了最深情感的形象。为了这个角色，那一年70岁曾经动过5次大手术的傅全香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重走李清照南渡之路。应该讲傅全香先生是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词人李清照的艺术形象。他在自己这个文化学习的过程当中，接触到了李清照的很多词作，为李清照的一生所感动，所以他就下定决心要把这样一个形象搬上粤剧的舞台。应该讲这样的一个心愿也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那么一直到他70多岁高龄的时候，
终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很多艺术家共同的这个帮助下，从剧本的角度，比如说有这个老剧作家许静先生和当时新锐年轻的剧作家这个罗怀珍先生，他们共同的帮助，同时邀请了这个昆曲的艺术家季振华先生来参加演出，还有著名的电影导演赵广章老师，他们共同的在没有舞台形象的基础上，大家知道过去的傅老师的很多电视剧都是从舞台剧改编，而他最后的这一部这个影视剧作品《人比黄花瘦》，是没有之前的一个舞台基础的，是直接的拍成了电视剧。跟傅老师合作《人比黄花瘦》已经快30年了。当时傅老师把我找到家里去跟我谈的时候啊，他首先的感动是在患难时节、离乱之势和赵明诚的那种不离不弃天涯咫尺的守望相恋。傅老师自己对待爱情的态度，对他这个丈夫爱人的态度他找到了和李清照、赵明诚之间的一种共鸣，一种联系。所以傅老师起先找我更多的是这种还是才子佳人患难与共的这样感动。随着这个作品我们的交流，慢慢的我发现傅老师的感动点转移到南渡以后，特别是李清照晚年的遭际，而这个就和他当时的年龄非常的接近。傅老师当时接近70岁，李清照是71、2岁过世的，所以这个时候我看了傅老师就恍然就是李清照在世到最后他生命最后的时间是对一切苦难的超越对苦难中的人生知音的缅怀。我们有了这个剧本的初稿以后因为这个剧本涉及到了这个山东就是青州也涉及到了后来李清照南渡以后在浙江、浙东一带活动的这么一些场景。他在这个作品投入拍摄之前，他做了一个令人这个非常感动也非常惊讶的举动，就是他在临近古稀之年，就接近70岁了，他一个人收拾行李独自上路。他去了李清照的出生地章丘，去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是共同生活了10载光阴的青州。他也去了南京，后来去了这个宁波、杭州、温州，他自己甚至于登上了这个八咏楼所以他是带着对李清照的这种尊敬，沿着李清照生命的路线和南渡的路线亲自走了一圈，所以他后来这个李清照能拍得那么传神那么有这个生命的魅力，又有历史的这个感觉，和他自己做的这个功课是有关系。所以到最后我就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最后小酒馆八咏楼这些地方，我觉得傅老师和李清照真是已经愈合了，形神愈合了浑然一体了。我们在杜十娘合作的基础上，过了2年以后，我们又搞了一个叫李清照。他说李清照这个爱国的女诗人，她是几十年来一直向往的，所以她要我又演了她的里面的丈夫叫赵明诚吧赵明诚吧所以我们3个人合作了非常非常愉快，尤其在这个戏里面，傅老师突破的更大，超越跟自己更大，因为他这个里面并不是他是花旦的东西了，
它有很多所谓我们行当来讲有老旦的东西里面，所以准确的来讲，它是一个有人物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我跟他是在拍戏的时候，我用普通话，他是用绍兴话跟我交流的，所以到了合成的时候呢，我退居二线了。哦，不是，我退出来了，不是退居二线。有张国华那个他粤剧班的一个老生演员帮我配的，他配的时候呢，又用粤剧来配了，因为必须要用粤剧来配的，所以傅老师当时说我很不习惯，但是我听惯了你的普通话，又换了一个人，他很不习惯，啊，就说明这个人物我跟他们之间的人物之间的那种融合了，已经蛮深了。在李清照的拍摄当中，傅老师其实他坚持带着病工作的。我们那时候拍杜十娘的时候，在青浦第三舞的，那时候高温36度啊，他穿了那么厚的衣服都不感觉热。但是我们到了松江、秋霞浦那时候拍的时候，其实气温并不高的。他拍了一半，气透不过来了。他说我不行了，把所有的窗都打开。他说，其实我觉得，我说我今天我觉得不热哎。其实他身体已经不好了。等李清照拍完以后，到医院检查，就要开刀，就得了这个很重的病吧。其实他在拍李清照的这个几个星期的过程，他是在坚持工作的。酒店喝酒，几文？且上了年纪，酒量倒不小，难得。酒高，快拿酒来。夫人，你年岁大了，不能再喝酒了。
不，你的嘴子太尖，经不起我几口好的。哎，你已经吃了不少酒精了，还是大王呢？姐，忘了得了，刚才叫人送了。哎，夫人，我的酒子太轻，想必你家酒子很大，还是回去吃吧。不，你点虽小，可是你的酒香啥呢？再来一壶吧，我会给你找名的。哎，这话为中听。好，再给你一壶吧。哎呦，昨夜雨疏风骤，浓醉不消残酒。试问眷恋曾，恰到海棠一秋。知否应是落尾红收。还在唱我的诗啊？哎，唱你的词啊？夫人，你喝醉了？你醒醒啊！哎，他是他词。告诉你，唱的乃是我宋朝有名的女诗人李清照的《史梦玲》。什么是你的字呢？李清照的字不就是我的字吗？这个他的字啊！夫人也得喝酒了。我们他回去。夫人，我们回家吧。快醉吧。唉，是非。夫人。是非，应是落尾红收。哎，他怎么还懂得诗字？看他气势不凡，像是个落魄的鬼武人呐。他天天借酒浇愁，我看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啊！没有醉。哎呀，夫人善过，老酒糯米粥吃得过都是伤身体的呀，下次少吃一点。哦，我去烧点玫瑰菜汤给夫人醒醒酒。酒拿酒来。夫人，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呀，不要再东奔西走了。谁有差错，叫我们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老爷？夫人，你年事已高，连年转乱奔波，经历依非妄想，万望珍惜，千万不可再去饮酒伤身了。就好，已在家千愁，拿酒来。夫人，难道你就忘了？爹已埋菜，万古情，情郎何曾苦中乐？记下这原是金门传哟，太夫人就不诉高，他应算是外人老爷临终托，弥补生的心头求。万年聚会，万不什么诉告。
你们都叫我出去。哎呦，好。哎。好养伤吧。夫人，上车吧。来色如意，来色如意知分末，诗的阳关唱到千千遍。
名人兄，看来郑少今天又到不了家人了。兵荒马乱，道路难走，夫人才带大众过东文湾，就怕途中。自从金兵攻占京城，落罪而地，家人人心一直不稳，事情轻舟已破，只怕京城迟早要荡过江来。到那时，夫人带来的这批贵重物品，说不定翻成了累赘了。在这转乱年月，我们这些读书人真难呐。上梦不忘，夜雨声，寂寞湖山湖水茫，我愿归去看夫家，有过平天10年老，书生报国空，言之多有心肠。说郎高，四师兄，看来清早今天是不会到了。是时就问夫人才明，一旦到了，务必早为小弟减去本文。王生，回去。是师兄。好。什么事？老爷，夫人到了。哎呀，你看，我们在江边等了2天，渺无音信。今天刚想去接他，他倒来了。走，去。是。宁在，宁在，回来吧。子，你受苦了。一场相思，两处言在，再相美的越伤心的。两地相思绣在书，百千言柔从此情。兵荒马乱遍地是，一路之上艰难觅。
听说新营出了只有家军，还有大将混世中，都叫惊人害怕。哦，是真的吗？是真的。这么说，大宋有望，大太来进兵，百姓又可以过着太平日子了。哦，王真，夫人，你我是老爷辛苦了，与赵老爷1年都没有见面了吧？是。明人，让他们去歇歇吧。去吧。谢老爷夫人。去。你今夜身过前夜凡女情，心里同样总相挂，真真切切见你心。明真，这今日老人积你多少年的心血，我还是没有把他保护好。哦，不要紧，我们还可以重新嘛。你从画中救出这么多死角，真有是救我一命啊！你我赶紧把他追捕好。老爷夫人，请用茶。放在桌上，你回去休息吧。是。清早，多是不认斗茶，今夜你我才是斗茶时哦。好，乐意奉陪。今晚菜送名片，由我出力。不，由我先出，以后谁胜谁出力。随意你。好。秦桧时有缥缈对混心有1万之恩，相救而不多报，所谓千古佳话。请问在何书几卷几页几行之中呢？在诗记卷92华阴儿列传第32第7行第19时期，大丈夫不能自杀，我爱往生而今日，希望报复。哎呀，夫人强记精神呐！哼，奉茶。是，奉茶。清早起呀，三生来世不逢尘，恰得夫人一
生，我是压着教棍去你来，十分对上三分金。人在话你4岁祖母教何事？7岁电视如今，来世也有来世好，有望中出了你，一代才华女子。家有天堂丈夫妻，年轻20年，你为曲中君。把酒多黄昏，共赏花中一品。难忘回望亚细当马郎，明朝潇洒烈功名。南方那红纱东上牡丹图，茶香荷香香难分。
我们生不逢人，生有离乱之情。20多年夫妻，为少离多，真是可怜你了。我对不起你，没有为赵家生一男半女，没有为赵家生一男半女，我对你不起，我对你不起。夫人，夫人，为何哭得这样伤心？请夫人休再悲痛，振作起来。修补所告，完成老爷意愿，老爷心下有旨，定怪夫人。不要算了。夫人可还记得密正法师曾经劝你，他愿你死心永志蓬莱酒啊！哎，我要休息了。好好，晚间换收拾一下，请夫人到床上休息吧。你们去吧。夫人，密正法师是多么盼望夫人好自为之啊！你们去睡吧。夫人，我为你宽衣吧。不用。走吧。唉。密正法师，破屋囊囊谁用去？才能小金水，家计与重阳，若真啥事半夜两处退。密正法师，明正兄，这位想必就是义安夫人吧？请早，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密正法师。法师，今日是话无不精通，请找娘母就业。阿弥陀佛，莫道不孝闻，连卷西风神笔望花手，生平苦调，千古绝唱。真不愧是一代女诗家。法师过奖了，请坐。法师，请用茶。好。不送剑，却送你落李红手。今相见，神笔望花，为何有呢？国怨何及，真纵横，心是人间10万修。荷花在，却花里是日一岁，不传却把你心事
正是自张国，可是自己悄悄的，但愿你私心弄是红来见，休用我烟云也那风雨谁？听说圣驾万在南迁呐，边境到金陵，又从金陵到扬州，再往南逃的话，到那时看来江南赴宁日，明朝风更瘦。平生虽是空门，但国事时事看来也乃落根清醒了。好，不但这些，哎，清早，法师心痛世事，他还水上丹青呐。哦，今天就请法师替清早写真，不知法师肯应允否？能为以安居之妙用，平生乐意为之。多谢。谁卡？别么时候？是，请来。名称法师画好了没有？画得像不像？夫人，你看，你看呀，你快看呐！画得像不像啊？看哪里？我看。夫人，你在做梦啊？你做什么梦啊？啊？哦，唉，再莫插花，花莫笑，可怜春日生将老。呀，好事，夫人，快把它写下来。哎，写他这人呐，哎，你呀。夫人，洗脸吧。今天安下心来，在家里好好修补书稿吧。啊！等等，先让夫人把这好事写下来。夫人，那。我将画笔当眉笔。哎。夫人，请用早饭。哎，我来接你画眉。哎呀，夫人，请用完呀。故乡何处是？忘了自非罪呀！身之初，性本善。哎，这个善字你会不会写啊？会。哎，那你写给我看一看。哦，这些虽然仿品，倒也制作精细，实比见家有口语墨文字啊。哦，听老嫂嫂之言，定是行家。对古文我也有所懂好。官少举止，该是书香官宦出身。听老哥口音，
不像是临安人士吧？老汉是皮良绅士，国破家亡，我父女二人逃离家乡，流落至此啊！哎，老嫂嫂，你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呐！自此来，我们还是同乡，这真是他乡女心知。女心知，哎，他乡女心知不可无罪啊！拿去问罪吧，拿去。哎呀呀呀，这是从西周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木砖。老嫂嫂，你是从何得知啊？家传之文，问罪吧。哎呀呀，我说老嫂嫂绝非等闲之辈，木砖虽好虽好，今日老汉这种买好酒，买好酒啊！啊，老嫂嫂，请坐。多谢老哥。去泡壶茶。他乡女心知啊，应该先饮3盅。他让老哥了，干。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能喝上这乡间米酒啊，已经很不错喽。是啊。恐怕今后连这个也喝不上喽。就怕天上自己落，事事有事，这点用还要这点用。今生里不是身边是虚之意。事情们谁与呀共？只落个深深女子为何绝？只是嘴上关家仇，心上怨。在下管他才女先方专决不离，这几天又有不少伤兵拔腿下来，沿江乞讨啊！大哥，今我到2杯酒。此间是养育，不肯顾家东。2位张氏，你们受苦了，来，请受我这杯酒。小家妇女，小家妇女。前方遵据事务啊！尊长，这就是早定对。现在只有我家军还在孤军奋战，生怕难测。我家军不知王真他们生死如何啊？水刚，这是怎么了？听说金兵就要大举南下，
王仁要去投奔我将军，赵罗也要同去，可他们俩舍不得老爷和夫人，临行之前想再来侍候一位。老爷，黑哑巴，王仁知道不该在这个时候走。去吧，你们都去吧。你们比老爷和夫人更有出息。老爷我在中国近日当过知府的人，可是对国家对社稷又有什么作为呢？去吧，去的岳家军。王仁，送你宝剑一把，以作杀敌之用。谢老爷。孩子，你们切不可辜负老爷和夫人的一片心啊！儿知道，老爷夫人国贼家恨，永记心上，不杀的口，死不为头。王仁、赵罗，你们把他带上。谢夫人。老爷、夫人，我们上路了。路上当心。当作神奇，死也为用。至今四行里不分。家，何处是家？何处是国？夫人，你真发誓？宜安夫人，宜安夫人，宜安夫人，你怎么？哎，一言难尽啊！走。法师，请用茶。夫人因我落到如此境地，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明真，你看我这幅心里梅花有否上镜？好，你是冒昧了。想不到宜安夫人不但诗词古神，这丹青也是高手，佩服佩服。不说可心脏明如水，与民生同好成子愿，长亭边一人相等，出生
情我在心头呀。原来是张先生，请坐。其实一文夫妇，一个是四手，一个是上家，真是三生有缘呐。是这兄，嗯，我就知道是你呀。明生啊，明生，少夫人到达江宁已经数天，你怎么连消息都不告诉我呢？哎呀，过专访了，过专访了。清朝，这位就是我新结交的好友，他叫张日。这位张先生早已识过大名了。明仁兄，小弟这次前来，想看看少夫人从青州带来的古玩是吧？好啊，请，请。嗯，哦，这只牛物玲珑剔透，像是西周出土的名物，珍宝，珍宝。是啊，此物年代久远，神所难得，故而不以稀为贵罢了。难得，难得。明仁兄，小弟这次前来要去健康为国要礼，得来是应。不过，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回吧？少夫人这副丹青能否3岁大呀，不敢相送。该是让清早送我一副。好，一言为定。告辞，告辞。师兄，我来送你。老爷，我是紧急公文，请老爷过目。知道了。子孙兄，事不允送。告辞。明真，为何转面不转呢？圣上圣命我何走太守，让我明天到健康接旨上任。你看，我去还是不去？我倒担心你病刚好，可是圣旨又不能违。你们夫妻真是为少离多啊！这也许是天意吧。想不到从哪次一别。明生，快！何事？好机，好机！内定总管张不良，今日何传不健康？据闻此公虽长，我不借机去拜访。今日张不良随应带有大众朝廷重器，明仁兄只要写成今日了，岂肯错过这大好时机呢？此公十分推心，嫌犯若见我孙家之宝若无一棍，被我问夜写日，他定不快。我看今天我不去也罢。因我看不妨携带牛物亲去拜访，彼此切磋同好，方可尽释建议。张公公乃圣上身边之人，又何必怠慢于他呢？这把牛物其实乃是明着，这是陈其人造言传之经，以稀为贵，所以被成了国之珍宝。公公不愧为今日行家呀！哪里，此物我倒是没有收藏，不过我很想放他一个，定能乱真。明仁兄，能否将牛物留下，借我一用，永别结完？明仁兄，借给公公那又何妨？何况有我可作证嘛。公公也有无数珍宝，这让你一件件估摸，怎能抄了到今日落去？这不是两件几枚吗？公公意下是何？那是在咯。好吧，
公公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请。国师，真是国师！听说那张伯良已在在国宝簿上，定是要断神金榜。我那女儿也要一同葬。老爷，老爷，老爷！夫人，健康总算有心来了。啊。怎么是在康的笔记？老爷平说，我让不起，望夫人千万说来呀。老爷，哎，你平体为好，又熬了一个通宵，哎，你呀。按照这个药吧，再去扎7天呀。好。哎，再看。哎呀，夫人，你终于来了。老爷的病怎样？我正要去扎药你。哦，我先去看老爷的病，再去扎药。夫人，这边走。
你终于过来了，我是不许随康给你写信的呀。你应该告诉我，不要着急，你会好起来的。我来给你整了。我以为自己还是个账户，现在看来是不行了。明真，你为什么要用这些呀？难道你不知道吗？自己的病是最怕用啥忘情的吗？我以为你病多不些很呀，可好得快一些，想照着监狱为人尽着了，不料反而加重了病情。你这样不是要折杀你自己吗？清早，你不要难。你再看，老爷。这一段写得好不好？我念给你听。今日咯卷第12，今和故西闻名，周阳家宗名，而长欧阳公家，喜气无业，名曰。好，这是这样写太慢了些，我看还是我们俩一起写吧。不，你病刚好，好好躺下休息，我写得快一点就行了嘛。我感觉好多了，我能写，让我起来。不行，你还是躺着。哎呀，名人兄，大难临头了，你们还这等高兴？张不良的事牵扯到你的头上了，是不是那牛夫？什么牛夫？少夫人，那个张不良从名人兄那里骗去了牛夫。明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临头啦！那个张不良果然投身了警吧？消息传开，有人知道这只牛夫乃是夫人的珍宝，便禀报圣上，说名人兄乃有通敌之嫌。至今半之间康复，让我亲自接见名人兄去朝廷受审。你在牛之事，只有你一人知道，你要为我辩白呀！天哪，我来这不怕自冤了。看名人兄病人这个样子，叫我似乎下得了手。这一对名人兄病好了，我再来押解吧。是这样。明真，躺下。我这大本身
我是做官不讲官，学问不讲分，可有也可无，不为也不仁。为谁往日尽忙转，岂不是落落无为须自身？不，你是知府老爷封雅信，无疑仕途显信也文，在人间留下句子尽失落，时时熬精血，卷卷劳身心，真是落落人无为。啊，夫人，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本当是应分文，你曾留，看起来是乱世事，也难安生。月兵通天不把冤，宁先分文修木根，真可以绵娘无马非让真不如精神俩的身，姐夫人啊，随我心愿珍贵分文，为国留千朝气呀！可怜丢下你傻鼻子，生死苦难真人你可不要胡思乱想，你要保重。今朝把金朝罗交接朝廷之后，你就说询问了对我的责任，何去何从？你明真，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今朝明月一件事对你不起，我们愿为赵家生一暖不已。不，今朝你看，大金朝罗不就是我们的儿女吗？我们俩本是心血养育了他，他不就是我们的一脉相好吗？你要安心养好身子，你我一起把他好好抚养长大。今朝往日差事斗杂，总是我说而不得应杂。往日斗杂不是你说，是你娘敬我的。今天娘清早奉你一杯茶。谢夫人。明真，这位是我叔了。娘清早敬你一杯茶。明才，你醒一醒，醒一醒啊！明才。
难受啊！你真的走了，你是梨花落地家。
千万不能再关路了。哎，大嫂，哎，你要什么？我家夫人累病了，你能不能因故方便在你家暂时几天啊？可以可以，论世家苦命，同是苦男人。不过我家超简陋，讲究，就在我家住上几天吧。多谢。来，夫人是我直言，当今皇上自国家安危于不顾，节节难退。你这样苦苦寻找，奔波劳累，又有何用？当初在官朝廷是想捐献文物，为民人生用。夫人是万人老爷的遗愿啊！唉，只怪我有眼无知，所托非人呐！请进，夫人，张大人来了。哦，是你？宜恩夫人久违，我在街上看见孙康在卖画，方知宜恩夫人居士在此。请坐。好。请用茶。谢谢王大嫂。不知夫人投军之时，可有什么美目？朝廷就是天马行空，在官至今连身上的面都没有见着你。事情朝廷令世家恩威尚不能报，哪里还顾得上追究名人的不报之冤？依我看，夫人不是将一应文物编码人间，落得做个乱世富婆，岂不更好？富贵算得了什么？今朝几年来屡立颠沛，为的是替王府鸣冤，岂不问士大夫名节的一幕？夫人高风亮节，四周岂能不如一臂之力？实不相瞒，四周已在朝中任职，这2天正采购什么，准备送到海上。啊，四周兄，你念在名正王寿的心意上，能否应请早见驾？好，3天后四周来接夫人。用我的官轿带着夫人，我在火车先行一步，我在码头等你们。知道。多谢四周兄。不必客气。夫人，上轿吧。快！哎呀，不好！慢一点，开船呐！等夫人，等一等啊！慢一点开船。张大人，等一等啊！等一等！哎呦，慢点开船。快开船！你们不能骗人呐！你们不能走！哎呦，张大人，这是老友夫人的心血啊！退下去，开船不能走！哎呦，开船！
早来人，早来人苍天如果有眼睛，也应该在我临近花无多怜悯。为什么在救我丈夫还不敢来得救我？千辛万苦万苦千辛，本是手上的宝真兵中郎君我此去，去不逃，共为人。夫人，你要想开些，还要为老爷伸冤呐！夫人，你千万不能死啊！明着，我陪你不起呀！夫人，去告张日洲这股畜生！告！走！你诬陷张日洲他人，上告少国民国，本当判你坐牢。知府老爷念你年老，不来分财，
跑回去吧。府衙不正，我还要上告。识相的吧！你父少命人若无通牒，实际你有犯诬告之罪啊！现在朝廷都在东奔西走，谁还来管你这些？快回去吧！家无归，丈夫死，冤难伸呐！警官，给我拿一把文酒。好。夫人，我求求你了，不要喝酒了，你可要保重身体啊！你们不要怪我。我们不要，夫人不要。拿酒来呀！官家，让夫人喝几口，这个世道太奇。再走上高府门，又怕张世周再来加害夫人，老奴才力劝夫人离开代州，来到里外结局在此啊！可恶，张世周正衣冠禽兽，天理何在？到自己万年聚会，心已死。还要受什么气节，结什么辛苦，种什么草民，写什么唐书，要什么精神了？夫人，你错了。莫让冤屈为己争，是正报正理应于今朝发生。莫让人酒灌醉心，是民主既让正途也虔诚。明仁兄临终作托，坚决从我。夫人你一生千计万困境，世道不公就是真，朝廷不忘托民心，这是高应留神间传后万兰夫人，一腔心血化作阵阵金沙云。国公万事求真，朝廷无望，可托民心。心心密密，冷冷清清，凄凄串串凄凄，大嫂啊！夫人，赵露是你？夫人，哦，不要哭，快起来。王成呢？
看死在沙场了。王成，英雄啊！我一直在寻找夫人，一路上讨着饭，边寻找边打听，今天总算寻到夫人了。不要哭，冷静一点，他说着王成的事吧。慢慢说。我与王成投奔我家军后，跟着我元帅抗击金兵，节节胜利，连今日都是换善意，回我家军难呐！我们所到之处，百姓头顶相伴，跪地认罪。哦，可是朝廷呐，朝廷一直心在事儿闹，在元帅的公主庭。啊，怎么又被死了？父子俩都被害死了。我要去击他一击。不，夫人，你千万不能去。为什么？被朝廷知道了，是要杀头的呀。我元帅，我元帅，记得今早到你满教时，只觉得热血沸腾。当你为4分钟，百姓闻响归首，寄托在满腔爱国热情。当你自先生大获全胜时，普天黎民奔走相告，握手相亲。总以为这道王龙万物三自在苦的，我今早可以护着王府邻居，重返故里。所知风雨得变，元帅败死在风波顶中，这真是千古奇冤，千古奇哦！夫人，夫人。风景，烟火。
然电视剧中的李清照令人感慨，一代才女与傅全香已经融为了一体，难分彼此。但令人遗憾的是，傅全香最终未能在舞台上塑造这一形象。她在从中笑傅全香舞台生活70周年的专场上，傅全香把象征着艺术传承的李清照手中的那支笔郑重地交到了学生的手中。在一代风华傅老师专场里面，那个时候老师要我演出李清照一折，当时呢我就是觉得自己跟李清照就是有差距嘛，因为李清照她塑造的是一个就是老年装扮的一个形象，那当时我觉得哎呀，我自己好像还没有这个能力去驾驭这个李清照这个角色。但是老师那个时候一定要我来接受这个角色。其实老师70岁他就一直梦寐以求，他说这是我这个角色想了40年，才到70岁才完成。他拍摄了跟季珍华老师拍摄了那个就是人比黄花瘦。然后因为老师就是在舞台上他不能就是在舞台上再实现他的那个李清照的梦想，他就要我来在舞台上就是来圆他的梦。后来我就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就接受了这个角色。后来我们在那个演出的时候，一代风华里面，老师就拉着我的手，当时我看到他就是眼睛里面含着那个泪光，然后他把一支笔交到我手上。其实我是觉得老师寓意在于让我要好好传承他的复派艺术，然后要一代一代就是让复派艺术薪火相传，发扬他的复派艺术。我想老师虽然就是不在了，但是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坚强。作为学生，我会永远记住您对我的教诲，好好教下面的学生传承好复派艺术。2007年大型季播节目《非常有戏》第1季的颁奖典礼上，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他就是阔别舞台多年的著名粤剧艺术家傅全香。这一年，傅老师已经84岁高龄，一曲《想当年》引得全场沸腾。而此时台上的傅全香心情同样的无比激动，因为这一场演出终于圆了他多年的梦想，在舞台上扮演李清照这一杰出女性。这也是艺术家最后一次化妆登台。君上官家人心
死也为贵用。此今是好女，不肯赴江东。这一刻，傅全香是欣慰的，也是满足的。这一曲想当年包含了太多的往事，太多回忆。这一刻，我们不用哭声告别，留给我们的永恒的美，永恒的感动。山花烂漫，我们仿佛又看见您那动人的微笑。